姐姐，你不会真的以为青叔哥哥还会要你吧？你说什么？青叔哥哥可是朝中栋梁，新科状元，你早已失去清白，成了残花败柳。你觉得自己还配得上了他？顾青叔不会这么对我的，是你们骗我！如果青叔哥哥真娶了你，他会沦为全天下的笑柄。所以姐姐，你还是赶紧去死吧！请做你们的亡命鸳鸯吧！荣月，别哭，荣月，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如果没有来世，我再也不算进来，我必穷尽一生来赎罪。是谁在这般绝望地呼唤我的名字？你做噩梦了。荣玉，当今皇上的小皇叔，大周权倾朝野的战神摄政王，可他不是已经被万箭穿心死在我面前了吗？难道他为何对我厌恶到如此？我没死，我竟然回到了刚被他强掳进摄政王府的那段日子，一切悲剧都还没有发生。本王的存在，当真让你如此难以忍受？罢了，无论我如何做，他永远都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荣月，我有话跟你说。无非是说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我，说宁愿死也不愿看到我这张倒胃口的脸罢了。本王不想听。你必须要听。你若是不听，我现在就写一封休书给你。休书。我身子不太舒服，你帮我把袜子穿上。他又在打什么主意？为了逃离王府，已经开始用这种手段折辱我了吗？前世我怎么就那么眼瞎，竟会觉得这张绝美的脸倒胃口？他明明爱我爱到了骨子里，卑微到了尘埃里。荣玉，又要开始了吗？日复一日的怨恨，刀锋般的辱骂。王爷身份尊贵，权势滔天，容貌也生得如此俊美，怎么就在我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了呢？王爷怎么不说话？你又在玩什么花样？王爷既然对我如此不满，为何还强制把我留在王府？你不是歪脖子树，那我是什么树？你是。王爷，南二姑娘派人送礼，说是明天要来。妹妹明天要来了，终于来了。王爷太高了，头低下来一点。王爷的唇瓣好凉，不过我挺喜欢这种感觉。他竟然主动亲了我。姐姐，你脸色看起来苍白了许多，是不是那摄政王又……前世我处处护着他，为了他与整个世界为敌，可他却和顾青师联手，踩着我的尸骨平步青云。青叔哥哥让我带话，千万莫与摄政王起冲突，他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煞神啊！摄政王对我很好，我没受什么委屈。很好，他仗着权势把你娶进府，害你名节尽失。幸亏青叔哥哥爱姐姐至深，才不在乎这些。你激动什么？顾青叔爱我至深，所以就算我失去名节，他也不在乎。当然不在乎。姐姐不相信摄政王，难道还不相信青叔哥哥吗？我当然相信顾青叔。青叔让你带什么话给我？青叔哥哥说，姐姐现在被困在摄政王府走不开，摄政王又是个不能硬来的凶神恶煞，他为了救姐姐，急需打点各方关系。说重点。青叔哥哥的意思是让我早点认祖归宗，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出入京城，这样可以帮姐姐安排青叔哥哥的仕途了。仕途？前世你们拿我娘的银子，借我相府嫡女的名头，到处攀附权贵，还想故技重施，做梦！妹妹有心了，只是认祖归宗，所以妹妹今天来是有求于我了。
我这都是为了青叔哥哥。青叔哥哥担心姐姐安危，正在苦心筹谋对付摄政王。可姐姐知道的，摄政王权势滔天，杀人不眨眼，这都需要人脉和银子。这两人还真是狗皮膏药，无时无刻不在诋毁荣誉，试图将我洗脑成对抗荣誉的枪。既然你们口口声声都是为了顾青叔，那妹妹为什么要害我？我什么时候要害姐姐了？是不是摄政王在姐姐面前故意挑拨我们的姐妹感情？姐姐，我们才是一家人，你可千万不能听信那个外人的一面之词啊！妹妹，认得这个吗？认得，这不是青叔哥哥送给姐姐防身用的？谁说这是顾青叔送给我的？这明明是妹妹带着这把匕首潜入王府，企图刺杀我。姐姐，你在胡说什么？主子，南希拿匕首了，他果然是在跟你演戏，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戏精，可恶又可恨。闭嘴！姐姐要干什么？你别吓我！不妹妹，你竟然想杀我！这是演的哪一出啊？主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传福音！真疼！这居然不是做梦！不行，南希今天自打醒来之后就处处斗志反常，万一他接下来直接拿刀伤害主子怎么办？我得赶紧去盯着。王爷不问我为什么吗？刚才在花园里发生的事，王爷应该全都看在眼里了。受了伤，先处理伤口。王爷先回答我的问题。什么问题？王爷对我今天的态度，就一点都不感到奇怪？不想知道我为什么突然这么做？的确奇怪。那王爷为什么不问我原因？没什么需要问的，你就是你，跟其他人不一样。乖，先处理伤口。前世今生，这可是头一次听到有人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竟然像在哄3岁小孩似的哄我。请王爷把药箱拿过来。南月死了吗？没有。越看越觉得这张盛世美颜耐看得很，剑眉星目，天下难寻。前世我怎么就那么眼瞎，却喜欢顾青书那个渣子？明天我想回相府一趟，王爷同意吗？王爷是不是觉得我今天刻意示好，就是为了换取回相府的机会，好离开你？其实不是的，我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且王爷不觉得我们现在这样的关系，就在王府里名不正言不顺吗？南姑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放肆！主子，您就让我说吧，他就是想找个机会逃离您身边。主子对您掏心掏肺，您怎么一点都不领情呢？你真以为那个顾青书是什么好东西？他在我家王爷面前连个脚趾头都不如。你是瞎了眼才放着我们王爷这颗绝世大珍珠不要，去选那个烂榆木吗？闭嘴，滚出去！青阳说的对，你认同我的话？我以前就是眼瞎，所以才弃了珍珠，选了榆木。不过我这次回去跟顾青书无关，王爷应该知道，我娘是个商户女，我那个风流好色的父亲当年只是个穷小子。我知道，他靠着我娘丰厚的财力打点中了状元，一路爬上丞相之位。现在他出人头地了，成了一国权相。他早就忘记了当初一穷二白时对我娘的承诺。他处处嫌弃我娘是个充满铜臭味的商户女，嫌弃我娘配不上他高贵的身份，美貌妾室一个个抬进相府就算了，现在他连养在外面的外室和私生女都想登堂入室，谋夺我娘的家产。我呸！丞相大人还真是个渣男，忘恩负义，薄情寡义，狼心狗肺，我严重鄙视他。
所以我要回去，我绝不能让我娘被这群豺狼古猫欺负，不是吗？南希姑娘说的太对了，绝不能让那个坏女人和私生女登堂入室，必须回去狠狠收拾他们。啊，不对啊，你回去了，那我家王爷怎么办？这副模样，倒像是个受了委屈的大男孩。我住在相府东院的锦兰院，跟我娘的听雨轩紧高着。王爷若是想见我，随时可以去相府找我。南姑娘，你让我家堂堂摄政王殿下一探香闺去当采花贼？我一直住在王府，名不正言不顺，对王爷的声誉不好，对我自己的名节也不利。等我处理好家里的事情，把那些极品清理干净，王爷若是愿意，可以去相府向我娘提亲。提亲？南希姑娘这受了什么大刺激？王爷要言有言，要权尽天下，对我又千依百顺，我没道理放着这么好的王爷不喜欢，去重复我娘当年的悲剧。好，我去。主子，那个南二姑娘该怎么处置？是直接把她扔回相府？送回相府干什么？她个私生女又不住相府。那送去哪里？总不能让她待在王府浪费粮食吧？王府确实不方便照顾，就暂时送去顾青书的顾府吧。送去顾府？南姑娘，现在那个伪君子天天在外面卖惨，我对希儿是一往情深，非亲不娶。摄政王强抢臣女，目无王法。就算希儿在王府清白不保，我顾青书也绝不嫌弃。只要能救她出来，我愿用一生去疼她爱她。顾兄真是重情重义的真君子啊！那摄政王简直就是个仗势欺人的恶霸，外面的无知百姓都被他骗了，都觉得他是个痴情种，反而骂我家主子是横行霸道的恶霸。要是把南越送过去，岂不是成全了他的名声？就是要在他名声最盛的时候送过去。青阳，你把南越送去顾府之后，知道该怎么对外面的人说吗？南姑娘快赐教。你要照实了说。照实说。就说顾青书嘴上深情不悔，私底下却嫌弃我失去了清白之身，恨不得立刻断绝关系。但他又碍于痴情君子的名声，不敢毁诺，所以他暗中给了南越一把匕首，指使他来摄政王府杀我。我以为我已经够能添油加醋了，南希姑娘这招简直是釜底抽薪啊！直接把顾青书钉在阴险毒辣的食物柱上。可是顾青书就算再蠢，也不可能敢直接派人来摄政王府杀人吧？这样说出去，京城的百姓能信吗？旁人信不信无所谓，流言只要传出去，怀疑的种子就会种下。三人成虎，顾青书的完美面具自然会裂开一条缝。你只管照我的话去说，照王妃的话做。是，属下这就去办。管他顾青书死活，敢觊觎未来的王妃，必须整死他！九国纷争，天下大局未定，而大周摄政王荣誉才22岁，却早已是天下人不可逾越的神话。18岁领兵，首战告捷，大败北将。22岁，先帝卧病，命他坐镇监国。可前世的我却被猪油蒙了心，为了顾青书，我动用母亲商户帝国的无尽财富，一次次填补他的亏空，用真金白银硬生生为他砸出了一条通天帝王路。一切都还来得及，这一世我要你们血债血偿。王爷，我不冷。我们还没有成亲，你还不能写休书，所以若是你想写休书给本王，须得成了亲才可以。荣玉，你喜欢我？荣玉，你喜欢我？为什么？我除了一张脸还能看，脾气又坏，还一直跟你闹，你看上了我哪一点？也很好。前世他对我说尽了天下最动人的情话，却毫不留情地将我送入地狱，而这个只懂说你很好的男人，却用命护了我一世。荣玉，以后我再也不闹了。既然你觉得我好，那这辈子我就是你。那不是新科状元顾大人的府邸吗？这女人是谁呀？怎么像个乞丐？玉儿，这是怎么回事？顾公子，你未免欺人太甚。青阳大人，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这女人假借姐妹情深，包藏祸心，竟敢带刀潜入王府刺杀我家准王妃，这就是你所谓的误会。天哪！我家王爷雷霆大怒，特命我将人送回。是，还请新科状元顾公子给摄政王府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这与我无关，我不知情。哼。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人抬进去！丢人现眼的东西！你的手伤还没好，就不能等伤彻底好了再回去？就是带伤回去，才能达到最佳的打脸效果。我要让他们看看动我的代价。别担心，我只是去处理一点家事，绝不会弃王爷而去。这一生，南希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不许胡说！谁敢伤害你，本王定让他生不如死。好，我信你。王爷，我只是回个相府而已，这人数会不会太多了一些？他们可以保护你万无一失。人实在太多了，连相府的大门、院子恐怕都塞不下。取一半好吗？侍女2个，护卫8个，足够我耀武扬威了。听你的。渣爹、白眼狼、吸血鬼们，准备好迎接你们的噩梦了。我南希回来。大小姐，您怎么回来了？小人即刻去禀报相爷。顾公子也来了，我这就去。顾青书也在，那正好省得我去找他了。是的，不用禀报了，我自己进去，给我那好爹一个天大的惊喜。岳父大人，此事定是摄政王的挑拨离间之计。小婿对天发誓，绝没有让南月去刺杀西妹。西妹是我的未婚妻，我疼她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害她？不想听你再讲这个胡扯！相爷，希儿可是你的亲生骨肉，她在王府受了重伤，你就无动于衷。那你要我怎么办？去摄政王府要人？谁敢去惹那尊活阎王？是啊，岳母大人三思，摄政王喜怒无常，万一需要人惹怒了他，他变本加厉伤害西妹怎么办？我们还是静观其变吧。顾青书，如果希儿有个3长2短，我管你什么新科状元，我第一个饶不了你。前世是我瞎了眼，连累了你，这一世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休想再欺负我们母女。看来我回来的正是时候。希儿，你怎么样了？在王府这些日子有没有受什么委屈？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摄政王有没有欺负你？昨天的刺杀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伤到哪儿了？这是要吓死娘了！快让为娘好好看看。娘，我没事，我一点都没受伤，是女儿不孝，让娘白白担心了。西妹，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听说父亲大人要把南岳那对母女接进相府里来，所以我特意亲自回来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你不好是在摄政王府待着反省，突然跑回来胡闹什么？本来我是不知道的，可南岳昨天借着探望我的名头，跑到摄政王府，在我面前着实炫耀了一团。我不过是跟他争执了几句，他居然就丧心病狂的直接刺杀我。什么？南岳那个下贱的小娼妇，居然敢拿刀刺伤你！反了他了！我今天非拿大棒子劈了他不可！娘，您别急啊，幸亏摄政王当时就在旁边，他一脚把南岳踢飞了，不然今天我还有没有命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话？都很难说呢。今天一大早，摄政王府的贴身护卫青阳就已经亲自护送南岳去了你顾状元的府邸呢。青叔，那就麻烦你日夜不停的好好照顾她吧。西妹，这怎么行？她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把她送到我的府上算怎么回事啊？这与理不合，有伤风化呀！不然呢？把她送到哪儿去？南家的大门，她是这辈子都别想进来的。只要有我南希活着一天，她南岳就永远只是个见不得光的外室女。西妹，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月儿妹妹好歹也是你的亲妹妹啊，你怎么能对她有这么大的偏见和敌意？误会，人都被摄政王当场打成重伤，直接丢去你府上了。摄政王亲自作证，还能有什么误会？南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摄政王府是什么地方？是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菜市场吗？父亲大人多虑了，我是怕爹娘在府里听了流言会担心，特地向摄政王求了情，让他允许我回来一趟，陪娘亲小住几天。您看，摄政王怕我路上再遇到危险，还特意派了他最得力的2个贴身护卫来保护我。保护？这分明是贴身监视。南希今天说话阴阳怪气，完全变了个人，一定是因为这2个煞神侍女在场，他肯定是故意演戏，说给摄政王听的。那摄政王在府里没有苛待于你吧？没有，摄政王对我极好，简直是100依100顺，请父亲10000个放心。西妹，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外面些乱七八糟的流言蜚语，我来的时候都已经听说了。哦，你都听说了什么？是说你和南岳有私情？西妹，我觉得你的心意简直是日月可见，天地为证啊！西妹，我知道全是我没用，是我没能保护好你，你想怎么骂我都行。你的确是个毫无用处的废物。顾青书，我们解除婚约吧。什么？
解除婚约。西妹，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放肆！南希，婚姻大事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同儿戏？希儿说了要退婚，那就是要退。我看今天这个家，谁敢逼她嫁给她不想嫁的人？连正式的八字都没换，婚事更是刀两断，对你好，对我也好。西妹，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摄政王那个疯子用我的性命威胁你了？还是说他已经强迫了你，夺了你的清白？西妹，你别怕，我知道这一切肯定都是摄政王强逼你的。我顾青书发誓，我根本不在乎你是否清白，我喜欢的是你南希这个人。伪装的可真是天衣无缝啊！可惜啊，我已经重活一世。顾青书，我心意已决，绝不更改。奉劝你一句，别再对我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好自为之。娘，这空气太污浊了，我们先回听雨楼吧。好好好，走，乖女儿。西妹，你别走！岳父大人，你千万别信，西妹她今天这般绝情，一定是受了摄政王的死亡袭迫。还有南月，月儿那么善良胆小，也绝不可能拿刀刺杀她。姐妹感情好，月儿叫的可真是亲热。青书啊，本想把丑话说在前面，你最好收起你那些花花肠子。你不会是真想……岳父大人明鉴啊！小婿心里绝对只喜欢西妹一人。对月儿妹妹，那纯粹是因为她是您的骨肉，爱屋及乌罢了。小婿对天发誓，绝无半点非分之想。希儿，这里没有外人，你跟娘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你刚才在大厅真打算跟顾青书那个混账解除婚约？比珍珠还要真。娘，女儿现在的确是看清了那个伪公子的真面目，对顾青书恨之入骨，恨不得他立刻被千刀万剐，死无葬身之地。老天爷，那个挨千刀的顾青书到底在背地里怎么算计惹着你了？其中种种恶心事，一言难尽。继儿，咱们先不说那个糟心的爹，你跟娘透个底，那个手中的摄政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真如外面茶馆里说书的那样，是个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肉的合伙阎王？一个娇滴滴的姑娘家，被直接掳去那等虎狼之窝待了这么多天，娘在府里没有一个晚上能闭上眼睡个安觉啊！你爹那个胆小如鼠的窝囊废，根本不敢去跟摄政王要人。若不是娘，摄政王他是个很好的人，外面那些传言都是夸大其词，不可信的。真的，那个板绿的战神能对你好，比真金还要真。娘，我已经决定了，我想嫁给摄政王，做摄政王妃。什么？你要嫁给那个活阎王？你疯了不成？娘，您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嘛。您仔细想想啊，我被摄政王强行掳进王府，待了1个多月，在京城那些世家贵妇眼里，我早就清白尽失了。您说这烂摊子，我不嫁给摄政王让他负责，我还能嫁给谁去？可是，就算这样，摄政王身份那么尊贵，以后府里肯定也是3妻4妾，后院佳丽3000人。你这直来直往的性子，去了那深宅大院里，只会被那些心机深沉的女人拆吃入腹啊！娘，别人或许会，荣运跟父亲、跟顾青师都不一样。你难道真喜欢上他了？喜欢？暂时嘛，还谈不上有多么刻骨铭心的喜欢，但是我绝对不讨厌他。你这丫头，你以前喜欢顾青书4年，对他死心塌地，非他不嫁，现在对摄政王仅仅只是不讨厌。顾青书是个不折不扣、自私自利的恶心伪君子，他不配得到我哪怕一丁点的喜欢。我认识荣誉的时间毕竟还短嘛，感情这种事以后有的是时间。摄政王长得敬畏天人，又有滔天的权势，在王府里慢慢培养，慢慢喜欢上就是了。而且娘亲您平心而论，能把咱们母女护得严严实实，他简直是全天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最佳夫婿人选啊！他对我是认真的。可是希儿，摄政王他功高震主，当今皇上坐在龙椅上，对他那是忌惮的很。万一以后朝堂动乱，皇帝狠下杀手有了什么闪失，你作为他的结发妻子，是会受到连累，惹来满门抄斩的杀身之祸的。娘，荣勋不顾一切的对我好，我南希便也会拿出这条命去对他好。大娘，我娘看中了墨玉阁一款新到的镯子，让我来大娘这里取3000两银子。明天宝灵郡主16岁生辰，我可是要带着镯子去赴宴的，别磨蹭了。这是南郊，他经常这样。我以前对娘亲是有多忽视，竟不知这后院的妾室庶女敢如此猖狂。不过是拿点银子的事儿，你没必要放在心上。他们想要银子，我就当他们是乞丐，打发了就是。哪有给乞丐这么多银子的？张口就是3000两，这1个月来个几次，娘亲就算有金山灵山，也不够他们挥霍的。不会，他们现在来拿的，也就是我手头一些现银。娘亲手上那些值钱的产业，都给你留着呢。娘。大娘，你到底听见没有？放肆！
你知道我是谁吗？居然敢拦我的路，还敢拿匕首对着我，想找死是不是？这就是丞相府的规矩，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呢。你什么你？我劝你还是收敛一点，否则有什么后果，你自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把这个贱婢拿下！你这个不知死活的贱婢！今天我不剥了你的皮！南郊，在我娘院子上显摆你的庶女威风，谁给你的胆子？大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需要跟你报备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大姐别误会，我只是来跟我娘要银子，我娘欠你的。大娘执掌府里钟会，我们要用银子，不就得跟大娘要吗？是吗？既然你知道我娘执掌钟会，就该清楚这府中内宅是谁在当家，更应该知道我娘的身份以及你们母女的身份。所以，还请妹妹以后摆正自己的态度。大姐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吧？府中谁不知道大娘出身商户？我娘虽是妾室，却是正儿八经的世家千金出身。若论身份地位，指不定谁尊谁卑呢。既然你觉得姨娘出身尊贵，还是管你姨娘要银子去吧，别在这里惹人嫌。银月，把她丢出去。是。你干什么？你别乱来，我警告你！你滚不滚？明天是宝灵郡主的生辰。是的，大小姐，听说是长公主府办的。长公主的女儿，南郊也配去？这一世，我要让你们母女连相府的门槛都跨不出去。你们吸我娘血的日子到头了。这是怎么了？娇娇，在相府里谁敢欺负你？娘，南希那个贱人回来了。什么？她不是在摄政王府吗？怎么突然回来了？我不知道。银子呢？那3000两买镯子的钱拿到了吗？没拿到。南希说我对她娘无礼，让我记清自己的身份，还说娘只是个妾室，根本不配在她面前说话。简直是可恶，居然骑到我头上了！宝灵郡主可是长公主的亲女儿，若能跟她攀上关系，以后我在帝都权贵圈子里就更能吃得开。现在全都被南希那该死的破坏了。稍安勿躁，且等着吧。今晚娘就去找你爹，让你爹帮你把3000两银子要了。哦不，3000两哪够买好东西？怎么说也得5000两才行。谢谢娘，只要爹爹出马，那个南太太敢不给钱？夫人和大小姐在屋里。在。你这个侍女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没看到相爷过来，不行礼就罢了，还不赶紧把门打开？姑娘没吩咐我开门，你是哪根葱？你活腻歪了吧？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我是……大呼小叫的干什么？这个家里还有没有一点规矩了？大小姐这么跟长辈说话，不觉得有点不恭敬？原来李姨娘还知道我是这个家的大小姐。1天之内，你们母女2次来我母亲这里大呼小叫，李姨娘大概是忘了相府的当家夫人是谁，更忘了正妻和妾室的尊卑。老爷，您听听大小姐说的话。够了，琪儿，你好歹是相府嫡长女，怎么跟长辈说话的？我是嫡长女，是相府正儿八经的主子，李姨娘却只是个妾室。我高兴时称她一声姨娘，不高兴时，她在我和我娘面前都得自称奴婢。眼下她无礼在先，父亲反倒责在起我来了。你放肆！怎么跟为父说话的？让你母亲出来！说到母亲，我还想起一件事，这丞相府中正妻只有我娘一人，按照规矩，所有的庶子庶女都该尊称我娘一声母亲。父亲身为一国之相，应该不会在内宅规矩上落人口舌，惹人笑柄吧？放肆！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你立刻给我去祠堂里跪着！这可不行，我家王爷吩咐我要好好保护姑娘，绝不能让任何人欺负姑娘。谁若是敢不长眼惹怒了姑娘，我定1五1十告知的。如此气势汹汹的找我干什么？明天娇娇要去参加宝灵郡主的生辰宴，你即刻从库房中取5000两银子给她。库房？不知相爷每年往库房里放了多少银子？我倒是想取来给他，可库房里有吗？你眼里难道只剩下钱？别忘了你是丞相夫人，果然是商户女出身，上不得台面。既然相爷看不上商户女，
以后别让人来我这里拿银子。库房若有银子，就直接去库房取，免得传出来，还让外人以为你堂堂相府的妾室庶女们都得靠着一个商户女来养活，玷污了你那些妾室们清贵高雅的气质。希儿，娘在府中待得实在闷得慌，你陪娘出去逛逛，看看给你添些什么首饰，再让宝仪阁的裁缝过来替你量身做几件漂亮的新裙子。好，银月跟着我，银霜留在府中。是。别让人在我娘屋里乱翻，要是少了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回来唯你是问。是。真是不可理喻！老爷，那娇娇的镯子怎么办？你爱怎么办怎么办？掌柜的，有没有龙凤呈祥的端印？姑娘是要留着自己用，还是送人？不会是送给摄政王的吧？有，我这就给南姑娘包起来。咦，南希，南希，你不是应该在摄政王府吗？怎么出现在了这里？不会是摄政王不要你，把你赶出来了吧？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如此没礼貌？哟，这不是丞相大人的正一品夫人吗？怪不得南希在这里，原来是夫人带出来撑场子的呀。不过也能理解，一个刚刚失去了名节又被抛弃的女子，这娘亲要是不多疼着点，万一寻短见了怎么办？你们说是不是啊？郡主说的对，就是一个破鞋还敢出门丢人现眼。我以为谁在这里阴阳怪气、臭气熏天呢？原来是宝兰郡主你啊！郡主是最近没人疼没人爱，看到我家姑娘有人宠着，所以忍不住眼红嫉妒了。你说什么？你是什么东西？居然敢来教训本郡主！看我不撕了你的嘴！你居然敢拦我！容我跟你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银月，摄政王府金牌护卫之一，奉我家主子之命保护南希姑娘。别说打了你，就算当街把你杀了，我保证你的爹娘也不敢找我家主子兴师问罪。另外，这位是摄政王府的女主子，未来的摄政王妃南希姑娘。王爷特意交代过，任何人都不能对南希姑娘无礼，谁敢不服，找我家王爷理论去。你什么你？以后再敢对我家姑娘无理挑衅试试！不敢了，还不行吗？真有气势，多谢夫人夸奖，保护姑娘是奴婢分内职责。银月，西妹，顾公子，西妹，我有话想跟你说，能不能找个地方单独谈谈？男女授受不亲，我们已经解除婚约，从此不再有任何关系。南月刺伤我的事情，我也不想再追究，还望顾公子别再逼我。什么？南月刺杀南希？难道是顾公子授意的？西妹，你到底怎么了？我们4年的感情，你真要说抛就抛？男女授受不亲，我们已经解除婚约，从此不再有任何关系。南月刺伤我的事情，我也不想再追究，还望顾公子别再逼我。青叔，以前是我年幼无知，你就忘了我吧。我们俩真的不合适。可我只喜欢你一个人，西妹，我的心只为你一个人跳动，我的眼里只有你一个人。别了我，不是还有南月吗？南月说她已经怀了你的孩子，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对待。什么？南月怀了顾青书的孩子？这怎么可能？这可是个劲爆的大消息，没过门的叔妹了姐夫的孩子。西妹，这样的事情怎能乱说？我乱说了吗？他有没有怀你的孩子，你心里清楚。你可以请个大夫回去诊个脉看看。西妹，我还是希望你能想清楚。我先走了。听到南二姑娘怀了孩子就拼命往回跑，这不就坐实了怀孕的事实吗？表面斯斯文文，居然是个伪君子啊！伤了手臂，划了这么长一道口。之前南姑娘对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没想到她转眼就刺伤姐姐，真是个白眼狼，辜负了南姑娘的一片深情。这顾青书简直是狼心狗肺的东西。各位乡亲，还有一件事需要澄清：南月只是个外室女，并非相府正经的庶女。父亲是当朝一品丞相，素来注重声誉，不可能把来历不明的外室女接进家门。所以各位以后可以改口了，她不是南家二姑娘。丞相大人注重声誉，也对，皇上面前最得宠的相爷，当然得家和万事兴，哪能什么乱七八糟的女子都往家里接？我的东西已经买好了，娘，
我们走吧。好，我的希儿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变得更果断，也更深不可测了。希儿，等会儿娘带你去别处逛逛，说好要给你添几件首饰的。娘，首饰什么的其实我也不缺，买多了也是浪费。钱赚来不花，放在那里干什么？这些年娘赚的银子几辈子都花完，你就算天天出来挥霍个几千两，也足够你花到老了。谢谢娘。对了，娘，我等一下我要去摄政王府一趟，但在去王府前，我们先去墨玉阁。南郊不是看中了那里的镯子吗？我要去给他个惊喜。好，娘有的是钱，咱们去买。花了娘1万两银子买的手镯，当真是好看得起。云霜，你家王爷通常什么时候回府？回姑娘，王爷中午听说姑娘要去相府，早早就回了王府，等着姑娘。什么时候的事？就姑娘跟夫人一起出去逛首饰阁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你怎么知道？王府暗卫之间消息互通，也不至于让王府暗卫把摄政王的行踪特意告知给银霜吧？擅自窃录主子行踪，算不算犯了大忌？那我还是不睡了，是晚上过去。而且银月不是也提醒我了吗？说你家王爷白天会待在军营。属下的确这么说过呀，可谁也没料到王爷消息这么灵通，居然早早就回府等着姑娘了。他有时候当真是怪得很，一点都不像那个战场上令人胆寒的主帅王爷。要不姑娘还是先午睡一会儿再去吧，不然王爷定会心疼自责，说不定还会牵连奴婢受罚。你多虑了，他不会罚你。恭迎南姑娘回府。家，曾经做梦都想逃离的地方，什么时候竟有了回家的感觉？看清一个人，看懂一些人，不辜负自己，也不再辜负他人。难得见他一袭白衣，简直像9天之上的神子。银月说你去了军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今天军营里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堂堂战神居然也会撒谎？以前可没见你穿过白色。本王刚刚沐浴过。谁规定沐浴之后就一定要穿白色？这分明是孔雀开屏，故意穿给姑娘看的吧？堂堂摄政王竟然用美男计，真是没眼看。姑娘午觉还没睡，一路劳顿，要不先去王爷的寝殿小憩片刻？如果不愿，可以去偏殿休息。之前1个多月，我可都是睡在王爷的寝殿，怎么我刚离开半日，莫非是藏了娇滴滴的美人？没有美人。没有美人？那我算不算美人？你最美。谁说摄政王淡漠寡言的？这情话说的简直让人招架不住。走吧，我有话跟你说，有件事我想跟王爷商量。什么事？王爷明天上朝吗？怎么了？皇上登基已经1年有余，可王爷手里依然紧紧握着大周的摄政大权。皇帝晚上睡觉的时候，怕是会辗转难安吧？你想让本王主动教会摄政大权？不，恰恰相反，我希望王爷能把这滔天的军权大权死死地握在自己手里。我希望皇上这辈子都动不了王爷一根毫毛。为什么？皇帝生性多疑，对王爷猜忌甚重。一旦王爷心软交出大权，以后就会任他拿捏，被他一步步削权，最后安个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王爷愿意落得如此下场吗？他拿捏不了。如果王爷是个没有软肋的话，那确实连当今圣上也奈何不了你。可王爷，你确定自己真的没有软肋吗？我是不是王爷的软肋？是。不是，只要王爷手握大权不倒，我南希就是王爷手中最锋利的刀，最坚固的盾，是你的助力，而非软肋。此生，我绝不会再成为王爷的软肋。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成了旁人用来胁迫王爷交出兵权的筹码，那么我宁愿自我了断，也绝不会让王爷为了我受制于人。不许！本王绝不许你乱来！王爷，别激动，我是说假如。没有假如！本王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谁敢拿你威胁本王，本王定会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他到底爱得有多深，才会如此患得无失？
王爷说的对，有你在，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发生。重获律师，我不就是为了找顾青师和南岳那些畜生讨债的吗？如今有战神王爷护航，若还能被人算计了去，我干脆拿块豆腐撞死算了。王爷，属下有事禀报，刚刚长公主府派人送了帖子过来，宝林郡主明日生辰。宝林郡主林妙言，他居然敢把生辰帖下到生人勿近的摄政王府来。你想去吗？若是觉得王府去凑个热闹的好。去，那些已经看不起我的高门贵女，明天见了我，该是副什么嘴脸？月光纱仅蜀国开有，3年才出1匹，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王爷从哪里得来的？蜀国的进贡。进贡？那宫里的皇后和嫔妃，他们不配。那我配？配。是不是我要什么，王爷都会给我？如果我想做皇后呢？王爷会为我抢来这江山吗？如果你要，本王可以。嘘，我跟王爷开玩笑的。银月和银霜以后就跟着你，他们会保护你的安全。我先走了，王爷不用担心，我什么都可以应付。出发去长公主府。启禀郡主，南姑娘到了。佳佳，你居然给南姑娘也送了请柬，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我还以为南姑娘没脸来呢。是啊，我也挺意外的。南姑娘不是说被困在了摄政王府吗？怎么今儿个有空过来凑热闹了？南江，这不是你家嫡姐吗？你们姐妹俩怎么不一起过来？这个贱人，昨晚连3000两银子都不肯给我，今天居然穿得这么招摇。我只是一个庶女，哪有资格跟大姐一起来呀？况且大姐昨天晚上可是歇在了摄政王府，我就算想跟大姐一道，只怕也没这个机会吧。嫡庶有别，尊卑有序。南希乃是丞相府唯一的嫡女，南郊没跟她一道过来，不是挺正常的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南姑娘，过来这边坐，别理他们那些酸话。佳佳，本郡主不喜欢跟这种作风不正、水性杨花的人坐在一起。你把她安排到别处去。荣乐，南姑娘是我请来的客人，难得来一趟，你别为难她。我为难她？难道我说的不是实话？昨天1天之内，皇城之中流言四起，议论的沸沸扬扬的，不都是关于这位南姑娘的丑事？她既然敢做那些不知检点的事儿，还怕别人说不成？就是，既然做了不要脸的事儿，就该做好准备承受非议。不过嘛，商户出身的女儿，跟咱们这些世家贵族毕竟不同，大概骨子里流的都是铜咒血，连羞耻心这3个字究竟怎么写都不知道吧？你凭什么打我？我家王爷命我贴身保护南姑娘，任何人敢对姑娘无礼，我都可以出手教训。若有不服者，大可以去我家王爷面前理论，或者去太后、皇上面前告状。原来我不仅在3姑6婆的嘴里出了名，连各位尊贵的郡主大小姐也对我的事情如此感兴趣。荣乐郡主说我做了那些事儿，这些日子我被关在摄政王府，消息闭塞，还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让本郡主给你解惑，你算个什么东西？我的确不算个什么东西，但是荣玉说要娶我为妻，不出意外的话，我大抵会在不久之后成为大周的摄政王妃。到时候荣乐郡见了我，还得乖乖跪下喊我一声皇婶，不知道这算不算滋补？你简直是在做梦！哎呀，我家姑娘可没做梦呢。我家王爷的确死鸡白赖的要娶姑娘为妻，眼下就等着我家姑娘点头答应呢。看她那张狐媚脸，一会儿喜欢顾青师，一会儿又攀上摄政王，
真是水性杨花。就算她是相府嫡女又怎样？有个浑身铜气味的商户娘，血统里就带着低贱，丞相大人都不待见他们母女。皇叔那般金贵俊美的男子，怎么可能看得上她这种庸俗的女子？定是看中了她母亲背后的商户钱财罢了。荣乐郡主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究竟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需要在这里承受你们这般无端非议？整个皇城之内，谁不知道你朝三暮四，抛弃已经有婚约的顾青书，转身就改投皇叔的怀抱？你真当自己做出来的那些丑事没人议论吗？就是，就算你仗着摄政王的势能，暂时堵住我们几张嘴，难不成你还能堵住这天下的悠悠众口？不管有没有摄政王，他们骨子里就是看不起商户，伪善至极。天下悠悠众口确实堵不住，但如果把所有乱说话的人舌头连根拔掉，让他们这辈子都发不出一点声音，这样是不是就能堵住了？你说，我这几天精神不太好，脑子也不太灵光了。你说，他们方才说的每一个字，你都记下了吗？姑娘放心，属下记性最好了。好，回去之后你一字不漏的重复给你家王爷听一遍。得令。这贱人除了仗着皇叔的名头狐假虎威，他还会什么？行了行了，今天可都是为了我的生辰聚在这里的，当给我这寿星一点面子好不好？大家都消消气，以后还是好姐妹嘛。荣玉那张冰山脸，要是知道刘家管他叫叔祖父，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我说真嫁里，他岂不是成了刘家的叔祖母？这是我昨天在墨玉阁刚买的翡翠镯子，花了我娘整整1万2白银。如果你这个小寿星不嫌弃这上面铜气味太重，就送给你当做生辰贺礼吧。这太贵重了，我生辰而已，收这么大的礼不太好吧？有个出身商户的娘的确是很苦恼，天天跟金银打交道，我就怕沾染上这一身让人嫌弃的铜臭味。不过还好，金银虽然俗气，可它能买到的东西却不俗。你看这只镯子，通透翠绿，价值不菲，就该配佳佳这样清贵高雅的女子才对。佳佳，你说是不是？是啊是啊，南姑娘说的太对了，我就最喜欢金银这等俗物了。佳佳，你简直丢尽了皇室的脸，区区一只充满商贾之气的镯子就把你收买了？这是南姑娘送我的生辰贺礼，又不是拿钱雇我去做杀人放好的坏事，怎么叫收买？等你以后喊我一声长辈了，我还有更贵重的礼物送给你。更贵重的？真恨不得摄政王现在就把南希娶回家。怎么，我去问大娘头要个3000两都得低声下气，她随手就送人1万两的镯子，这个贱人就是故意显摆。启禀郡主，温姑娘到了。佳佳，生辰快乐！温姑娘费心了，快请坐。郡主什么时候跟南姑娘关系这么好了？我跟南姑娘一直都挺聊得来的呀，以前是不怎么走动，不过以后她跟我可就是一家人了，当然要好好相处啦。一家人？郡主这句一家人，不知是从何说起啊？因为摄政王叔祖父马上就要娶南希为妻了呀，等他成了正经的摄政王妃，我不就得改口喊他一声叔祖母了吗？这难道不是一家人吗？摄政王妃？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此事啊？没听说过吗？天下之大，每天发生的要紧事成百上千，温姑娘又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仙，怎么可能事事都了如指掌？况且这是我跟荣玉的私事，好像还没必要事无巨细的昭告天下吧。我的天，南希居然敢直呼摄政王的名讳，还敢这么硬生生的打温太傅孙女的脸。南姑娘今日来参加生辰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迫不及待的宣扬摄王要娶你的消息，不就已经是在昭告天下了吗？我只不过是告知了在场的这几位而已，毕竟生辰宴还没结束，各位暂时还没机会把这消息宣扬的满城风雨。果然啊，这人越是缺什么，就越喜欢显摆什么。我家小姐什么都不缺，自然不屑于张扬。只可惜这世上的贵女良莠不齐，
我家小姐高雅清贵，实在没必要跟一个只会炫耀的商户女浪费口舌，平白降了身份。再说了，摄政王究竟娶不娶妻，在场谁有确切消息？不过是你自己一面之词罢了。没错，我可没听说皇叔要娶妻，就算真娶，也绝不可能娶一个满身铜皱的商户女。南姑娘，话别说得太满啊！我家王爷之所以没对外宣布，是因为此前我们家姑娘一直没点头，王爷怕惹了姑娘不高兴，这才忍着没说。整个帝都都夸温姑娘是懂规矩的才女，温太傅更是德高望重。没想到啊，教出来的侍女竟是这种没脸没皮的贱丑子，一个卑贱玩意儿，也敢公然嘲讽一品丞相府的嫡长女，到底是谁给你的狗胆？我。启禀郡主，丞相府来报急信。出什么事了？这么慌慌张张的。摄政王殿下亲自带人去相府提亲了，说是要明媒正娶，迎娶南大姑娘为正妃。丞相大人命小人来知会南大姑娘，生辰宴一结束，请姑娘务必即刻回府。各位都听清楚了吧？我家王爷亲自登门提亲，以后我家大姑娘就是摄政王府独一无二的女主子了。我倒要看看，敢在未来的摄政王妃面前口出狂言。不愧是荣誉调教出来的暗卫，银月这气势，简直是个完美的嘴替。温太傅治家不严，我觉得有必要跟王爷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你不过是个侍女，未免太猖狂了。我家王爷常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温家连自家下人都管不好，纵容奴婢对当朝丞相嫡女狂吠，谈何治国平天下？放肆！祖父曾是皇子们的老师，大周礼仪素来强调尊师重道，你一句治家不严，就想抹掉祖父多年的功劳。温姑娘此言差矣，我并没有哪一句话是在否认温太傅的功劳，可功劳和失职是两码事。如果温府的规矩就是下人可以肆无忌惮的以下犯上，那么显然这是温太傅的失职。温府下人今日可以尊卑不分，公然指责诋毁我家主子，来日到了摄政王或者皇上面前，是不是也可以大逆不道，无视尊卑礼仪？温家下人尚且如此，是否代表温府上下眼中皆无君王？根本不可能做到忠诚弑君。疯了，这丫头真是不怕死。她是摄政王府的人，她敢说，你敢反驳吗？秋月，小姐，奴婢知错，给南姑娘赔罪道歉。刚才是奴婢不对，我有眼无珠，请南姑娘大人有大量，不要跟婢子一般计较。怎么，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我是温家的侍女，那又如何？别说你一个侍女，就算是德高望重的温太傅，若是当真做错了事需要赔礼道歉，难道就不该拿出点诚意来？你觉得自己是温家侍女，就比别人家的侍女高尚一等，可以横行霸道？南姑娘，你这是故意要跟我叫板？温姑娘别太抬举自己，我有跟你叫板的时间，还不如回摄政王府跟王爷喝杯茶，下盘棋，诗情荒语一番，何必把时间浪费在你身上？伤风败俗，光天化日竟敢把摄政王挂在嘴边，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秋月只是个侍女，当众嘲讽南姑娘本就是失了规矩，这跟她是谁家的侍女并无关系，犯了错就该承担后果。宝林郡主竟如此维护南姑娘，佳佳，秋月也是无心之过。是啊，温姑娘如此知书达理，秋月只是护主心切，并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就该躲在后面当个哑巴。他家小姐没教他怎么做个合格的奴才，主子说话有他插嘴的份儿。你刚才不也说话了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是啊，我说话了，怎么了？我说话我敢承认啊，我就是故意的。我不但故意让你难看，我还不用赔礼道歉，你有什么意见？你有本事也去找个摄政王当靠山啊！南姑娘大人有大量，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前厅宴席已开，我们去就坐吧。郡主是什么意思？南姑娘大人有大量，这是在暗讽我温岚气量狭小吗？
温姑娘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秋月不过是个侍女，而南姑娘好歹也是一品丞相府上的嫡长女，犯不着跟个不懂事的侍女计较。什么丞相嫡女，还不是一身铜臭味？别说了，丞相毕竟是皇上面前的红人，这群自诩高贵的世家千金，整日沉醉在门第偏见里，却不知一旦扯下遮羞布，他们的优越感可笑至极。好得很。既然我的侍女不懂事，那我就不在这里惹人嫌了。宝林郡主好好招待南姑娘吧，我还有事，先走一步。小姐，等等奴婢。郡主，芙蓉厅宴席已经设好，长公主请郡主带各位贵女移室就坐。我知道了，这就去。南姑娘，请。有劳郡主。该死的南希，不就是仗着你那商户娘有几个臭钱吗？让宝林郡主对你另眼相看。你给我等着，总有一天我要把你踩在脚底下。瞧，就是她，那商户女南希，居然有脸来长公主府，听说还被摄政王强掳去府里，指不定已经被……这位就是南姑娘吧？南姑娘最近在帝都风头可真是不小啊。臣女见过长公主殿下，臣女也很想低调些，但奈何我家摄政王就喜欢我高调行事呢。居然把摄政王搬出来！好个胆大包天的丫头，居然敢在我的地盘拿荣誉的名号来压我！若真起冲突，荣誉那个疯子绝对会为了她血洗帝都。南姑娘这般特别的性子，难怪小王叔会喜欢。长公主谬赞。方才听长公主说，园子里的桃花开得正盛，你陪我去摘些新鲜的花瓣可好？你摘桃花干嘛？可以做桃花饼，也可以用来酿酒呀。既然乐乐开了口，佳佳，你就陪她去吧。你们年轻人在一起也比较有话谈。南姑娘，你也一起去，总好过在这里陪我们这些长辈干坐着。这么明显的支开戏呢？也罢，我倒要看看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去逛逛也好。佳佳，别怠慢了贵客。是。我也去，我也要摘桃花。这里的桃花真美，你能不能带我到最里面走走？听说那边的品种更稀有。当然可以，不如南姑娘也同我们一起。佳佳，让南姑娘自己随意逛逛吧，总跟着我们多拘谨呀。可南姑娘是客人，万一在府中迷路了怎么办？没关系，你们去逛吧，我刚好也想自己待会儿，清静清静。郡主不用太照顾我。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有他们在，没关系的。那你们在园子里先逛逛，千万别觉得拘谨，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好。这长公主费尽心思把我单独留在这里，到底是要演哪出戏？长公主的局原来是为了这个废物。西妹，我终于见到你了，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西妹，让我握握你的手。别冲动，冲动的后果极有可能是脑袋搬家。小皇叔，您怎么一个人在此？是跟南姑娘一道来的吧？宴席枯燥，我特意让佳佳带南姑娘去桃林散步了。小姑娘家总有话聊。公主，奴婢方才去准备茶点，好像看见顾公子也去了桃林的方向。胡说八道，有你插嘴的份儿！奴婢该死，奴婢看错了，南小姐绝不是故意去桃林私会顾公子的，请摄政王莫要误会。小皇叔，您千万别听一个低贱侍女乱嚼舌根。公主，都安排好了，这样会不会对顾襄子不利？顾青氏已经是一颗废气，只要能让南希身败名裂就行。算什么东西？跟西妹说话，下人给我滚远一点！死到临头了还在摆谱，男女授受不亲，要不
也该是你顾公子滚远一点才对。西妹，我今天来是有要事。我早上问了月儿，她说她根本没有派人刺杀你，这件事是个天大的误会。哦，南月醒了。醒了，所以你跟我去一趟顾府好吗？我让他当面给你解释，南月只是个柔弱的小姑娘，怎么可能生出害你的心思？既然她这么善良，这么柔弱无辜，你跟她在一起不就好了？刚好郎才女貌，渣男配狗，天生一对。西妹，我心里只有你一个，南月只是我的妹妹，我对她绝无男女之情。跟我有关系吗？你说什么？我喜欢的人是摄政王荣玉，要嫁的也是他。我们的婚约已经解除，别再像条赖皮狗一样纠缠我。不可能！你以前明明那么爱我，是不是摄政王用强权威胁你？别忘了，你父亲是皇上最倚重的臣子，如果你是被逼的，可以禀报皇上，为你讨个公道。禀报皇上？你以为皇上跟摄政王亲，还是跟你亲？皇上与摄政王虽亲，可他们并非什么。想说皇上与摄政王其实是敌对关系。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乱说。敢做不敢当的懦夫，还敢大言不惭说为了我对抗摄政王。你变了，你以前不会这么对我的。我不仅变了，我还看透了你。摄政王容颜绝世，权倾天下，你有哪一处够资格跟他相提并论？我就是瞎了眼，也不会放着极品宝玉不要，去选你这种不值钱的榆木。你这个爱慕虚荣、贪图富贵的荡妇，就当我的真心为了狗，太让我失望了。再敢骚扰我，我直接要你的命。银月，我们走。王爷是担心我跟顾青书跑了，所以特地来监视我。我没有，那就是怀疑我背着王爷跟前卫夫私下幽会。姑娘误会了，我家王爷绝不是这样的人。你们都退下。我没怀疑你，也没监视你。那王爷为何来此？我不放心。方才王爷应该听到我骂顾青书的话了吧？我是个贪图权势、爱慕虚荣的坏女人。王爷现在是不是看就看轻面了？你不是。王爷看起来真的很紧张啊。我没怀疑你，也不是要监视你。我知道，方才我是逗王爷玩的。听说王爷今天去相府提亲了。怎么了？我脸上有脏东西。好看的人你都会喜欢吗？当真是天下难寻的金贵俊美，像云端蝶仙。前世我是怎么眼瞎看上顾青诗那个渣男的？应该会吧。不过这天下大抵也没人会比王爷长得更好看了，至少在我眼里，没人及得上王爷的盛世美颜。顾青书说我爱慕虚荣，贪图富贵，王爷觉得呢？不会，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我有钱，你有权，我们俩是天生一对儿。是。王爷喜欢喝桃花酿吗？我去摘点新鲜的桃花，给王爷酿酒好不好？好。平常这样的宴席，王爷不会来参加吧？奴才叩见摄政王，皇上派奴才过来，请王爷进宫一趟，有事商议。本王没空。有空，皇上要见王爷，怎么能不去？我知道皇上要说什么，他会说给王爷赐婚，用我来换王爷手里的兵符。若皇上当真提出这样的要求，王爷换吗？本王要娶妻，无需经过任何人的同意。没错，何须他人恩赐？不过王爷该进宫还是要进宫。听你的。王爷切记，进了宫之后莫要让任何东西入口。防人之心不可无，小心驶得万年船。那我先进宫，你是再逛一会儿，还是回相府？回禀摄政王，皇后娘娘召见南姑娘，让南姑娘即刻进宫。不用理会她，本王让人送你回相府。不用，我跟王爷一道进宫。保护好你们姑娘，不许任何人为难她。若姑娘少了一根毫发，本王扒了你们的皮。主子放心，有属下和银商在，就算是天王老子也别想动姑娘一根毫毫。别担心，皇后知道我是跟王爷一起进宫的，不敢乱来。有任何不对，立即差银霜通报于我。南姑娘这2天真是出尽了风头，皇城之内铺天盖地都在议论你，可真是有够威风的。出风头有什么不好吗？哼，水性杨花，朝三暮四，你真以为摄政王喜欢你？你说什么呢？摄政王喜不喜欢我，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貌似与白姑娘无关。你配不上摄政王，别痴心妄想。我配不上，白姑娘是觉得你自己配得上。摄政王是我的人，不管配不配得上，都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旁人想打摄政王的主意，大概是不可以的。姑娘好霸气，王爷听到这话，估计得心花怒放吧？你说什么？我觉得自己说的够清楚了。白姑娘最好回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这副尊容哪里配得上摄政王。同样的话奉还给你，别痴心妄想。你尽管伶牙俐齿，我看你到了凤仪宫还敢不敢这么嚣张？白姑娘不妨好好看着。进去禀报。是。皇后姐姐今天这身红衣真是高贵极了。是啊，皇上昨晚还夸娘娘容光焕发呢。这下马威未免太低级了些。麻烦你再通报一声，说皇后在忙，没时间见我，我就先回去了。南姑娘不会是等得不耐烦了吧？这才刚来呢，怎么这点耐心都没有？你就算如何嚣张，在皇后娘娘面前也该维持最基本的恭敬吧。南姑娘，皇后娘娘昨晚睡得晚，身子稍有不适，这会儿才刚起身，烦请你稍后片刻。刚起身？你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里面笑得那么大声。林月，没关系。可是姑娘，皇后娘娘休息要紧。南姑娘果然懂事，那就烦请你好好在这里等着，千万别失了礼数。你可以回禀皇后娘娘，让她不用着急，我等会儿再过来也可以。南希，你好大的胆子！皇后娘娘召你，你怎敢自行离开？皇后刚起身，还要洗漱更衣，不是吗？我暂且离开，让她再好好睡一会儿，我不着急的。谁管你着不着急，简直一点规矩都没有！白姑娘，摄政王脾气不太好，我不能离开他太久。王爷见过皇上之后，若是见不到我，只怕会生气。娘娘召见是抬爱，南姑娘就算不懂规矩，也不该这点时间都不能等我。等皇后娘娘有空，我再过来吧。银霜，去看看你家王爷到哪儿了，我们该回去了。是。南姑娘，请留步。方才是奴婢记错了呢，皇后让南姑娘进去。那好吧，我原谅你年纪轻轻就记性不好了。皇后娘娘只招见南姑娘一人，其他人不得进去。这可不行，我家王爷交代过，我们必须寸步不离。你若不让进，南姑娘就不能进去。臣女南希见过皇后娘娘，不知娘娘召我，所谓何事？南姑娘既然自称臣女，就该知道拜见皇后娘娘是要跪下。难道没人教过你宫里的规矩？白蝶，方才本宫让你去外面迎接南姑娘，你没跟她好好提点一下宫中的规矩礼仪？皇后姐姐息怒，南姑娘本就是官家小姐，怎么会不懂规矩礼仪？依臣女看，她分明是故意的。那就是南姑娘故意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了。南姑娘，臣女见到皇后娘娘需下跪行礼，你若不懂这规矩，我可以让宫里嬷嬷好好教教你。让我家姑娘下跪，你们好大的脸！放肆！皇后娘娘面前，容得你这尊卑不分？忘了告诉你们，我家王爷有令，姑娘进宫有见君不跪之权。难不成皇后娘娘自认为比皇上还尊贵？原来南姑娘这么有面子，看来本宫以后召见可得斟酌斟酌，免得落了失礼之处，让摄政王怪罪。这月光纱连本宫求了皇上许久都没得到，全被摄政王劫走，给了这个贱人。摄政王对我厚爱是我的荣幸，不过皇后娘娘也不必生出顾忌。摄政王是非分明，我也不是仗着宠爱就横行霸道之人。如此倒是我冤枉了南姑娘，曾经连本宫鞋底都不配舔的土财主女儿，竟敢在本宫面前放肆。南姑娘这脾气倒有几分合本宫胃口。眼下阳春3月，转眼又要到皇上选秀的日子，你的年纪家世正符合条件，按理该参加选秀，入宫为妃。入宫为妃？皇后娘娘说笑了，臣女并没有这个想法。谁跟你说笑？官家女子到了年纪必须选秀，这是规矩。皇上把你刷下去，你才有自由婚配的权利。既然如此，带我回去跟摄政王商议一下，听听他的意见。南希，别总拿摄政王吓我，本宫按规矩行事，摄政王也无话可说。我家王爷无话可说，你敢动姑娘，王爷绝对会把皇帝的后宫给拆了。既然摄政王无话可说，那我更要请示了，免得摄政王以为我薄情寡义，攀了皇上的高枝儿，就把他给抛弃了。南姑娘，摄政王拥有纯正皇室血统，以后娶妻纳妾都得是正经官家小姐。你的母亲只是个商户。我娘没错，但我爹是伊利品丞相，而且这丞相之位全靠我那商户母亲一路砸钱扶持下来的。试问哪个正经官家小姐能做到？南大人听到这话作何感想？就算当着我爹的面，我也是这话。皇后娘娘召我来，就为了说这些废物。姑娘，我们该回去了，王爷大概在外面等急了。放肆！按宫中规矩，当场杖毙都不为过，打他40大板，长长记性。淑妃娘娘说的对，狠狠打！摄政王府的人轮不到旁人处置，请恕臣女告退。给本宫拿下南希和他的奴婢，
今日必须正正宫里的规矩。谁敢对个姑娘动手，就劈了他！不怕死的尽管来。皇上驾到，摄政王到。看见皇上，见过摄政王千岁。平身。王爷，这女子变脸竟如此之快，我在，别怕。音乐下在回禀王爷，皇后想让姑娘入宫炫秀，姑娘不答应，皇后就下令把姑娘拿下。入宫炫秀，朕什么时候下过这种旨意？皇叔息怒，事情并非……本王让你说话了，音乐，继续说。皇后逼姑娘下跪，不信王爷给的免跪特权。白蝶姑娘更是过分，骂姑娘水性杨滑，身份卑贱，攀高枝。淑妃还要把属下拉出去打40大板。我没有，皇上圣明，是南姑娘不懂规矩。银霜，掌嘴！属下遵命。皇叔，这……皇后姐姐救我！救我！皇上，蝶儿是臣妾的亲妹妹啊，求皇上开恩！该死的皇后，不但成事不足，还把南希得罪死了，朕的脸都被这蠢货丢尽了。后宫之事由皇后处置不大礼，但看在她年纪尚小不懂事的份上，请皇叔莫要与她计较。皇叔日理万机，这点琐事不值得大动干戈。今日之事是本宫的错，求南姑娘大人有大量，原谅本宫这一次。刚才白姑娘骂人时，可没对我家姑娘嘴下留情。皇后娘娘刚才还说我出身商户，身份卑微，配不上摄政王呢。容雪，我是不是真的配不上你啊？他们眼下，只有你有资格做本王的王妃。那我以后见到皇后娘娘，需要下跪行礼吗？没人敢让你跪，没人敢让，包括朕在内吗？你这乱臣劫子！他们还说你不是真心喜欢我，以后除了我，你不许纳妾、侧妃、侍妾，统统不许有。我不想让乱七八糟的女人进门。都听你的，摄政王府以后不会有侧妃，也不会有侍妾。银霜，罢手。皇后既然管不好后宫，暂时关禁闭吧。皇上觉得？皇后管理后宫不力，皇叔处置的对。即日起，皇后闭门思过，不得踏出凤仪宫半步。淑妃不懂规矩，也留在甘楚宫修身养性，没有朕的允许，不许踏出一步。钟楚云这能屈能伸的隐忍功夫真是绝掉，连自己的女人都能毫不犹豫的牺牲。可惜这一世你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王爷，我们回去吧。皇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朕让你笼络南希，不是让你去给他下马威。今日起，让白家女子全都滚出皇宫！朕不想再看到他们。王爷，我觉得我今天太大逆不道了，竟然敢直接跟当朝皇后叫板。有本账在，你就是把这大周的天吐破了，本账也替你兜着。温公子和温姑娘来了。王爷只把温公子带去了书房议事，温姑娘此时坐在王府花厅喝茶，说是想跟姑娘说说话。早上才闹得不愉快，这会儿我与温岚有什么可说的？这位温姑娘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既然客人登门，我若避而不见，岂不是失礼？去会会温岚，不愧为温家才女，出门也不忘看书。温姑娘这份好学的精神，委实让我等俗人汗颜。南姑娘请坐。不知温姑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了？摄政王大概是真的想娶南姑娘为妻，可南姑娘觉得自己配得上摄政王吗？我配不配得上，应该跟旁人没什么关系。摄政王觉得我配得上，那我显然就是配得上的。说实话，当今皇上不是个大度的天子，摄政王手握大周的兵马大权，若你是皇上，难道不是日夜难安，恨不得马上除之而后快？是又如何？皇上也只能想想，皇上奈何不了摄政王。待以后皇上羽翼渐丰，跟摄政王铁定会有撕破脸的那一天。身为太傅孙女，你不好好学琴棋书画，反倒来揣测军心，这不是揣测，是事实。摄政王如果不是出身晚，帝王之位轮不到别人。摄政王天生就该傲立云端，照样可以什么？温姑娘的意思是让摄政王篡位，不是篡位。摄政王权力足够大时，完全可以废了皇帝。温姑娘胆子倒是很大，摄政王手里有兵权，若再加上温家的支持，就算将来跟皇上翻脸，也能名正言顺。江山地位一事，你们应该直接去书房跟摄政王密谈。我们两个小女子谈论这个，不合适吧？我喜欢摄政王，除了摄政王，帝都世家公子无人能入我的眼。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摄政王娶我，来日温家就是摄政王最有力的后盾。这要求还不高？温姑娘是不是觉得自己是金凤凰之路？
温太傅曾是皇上的老师，难不成温太傅宁愿舍弃自己的学生，也要扶持摄政王，不惜背上逆臣的罪名？这是我祖父的事，南姑娘不必多问。的确不必多问，因为我不可能答应你。你就不怕我去皇上面前告状？你不会背叛摄政王，我们都是慧眼识珠的人。你既然知道我不会背叛荣誉，又怎么会愚蠢的认为我会答应这荒谬的提议？你也可以跟我提出任何要求。温姑娘今天白跑一趟，我对你的提议没兴趣。如果非要提要求，请你以后别再来打扰我。你已经在干涉了。南姑娘以一个商户之女的身份霸占着摄政王府女主子之位，不觉得很自私？荣誉喜欢我，我也喜欢荣誉。荣誉只想娶我一个，有什么不对？难不成你以为摄政王是山上的野花，谁想摘都可以？如果我做了摄政王妃，我可以让你做侧妃，我们姐妹相称，我保证不对你不利。温姑娘真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就算是侧妃，以后进宫最低也是4妃之一。荣誉是我的人，不管荣誉将来是什么身份，荣誉都只属于我。正妻还是小妾，都只能是我。你凭什么霸占摄政王？只凭荣誉喜欢的人是我。若是你能说服荣誉娶你，何必特意放低身段来跟我这商户女谈条件？至于温家愿不愿帮忙，让温太傅自己去找摄政王谈。就算你们温家被当成乱崽子处置了，也是你们自己蠢，恕不奉陪。什么事这么好笑？温岚跟你说了什么？温姑娘说温家愿意站在王爷身后，条件是王爷明媒正娶温岚为正妃。别闹，温岚就是一个笑话，不必放在心上。你不生气？你的心里只装着我一个人，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只有你一个，永远。前世荣誉身中奇毒，这一世我必须防患于未然。只要我足够强大，他必将无坚不摧。姑娘，长公主府的宝灵郡主差人送来请帖，邀请您明日午时过后去清音楼听戏。清音楼，浮尘公子，前世这位名满帝都的浮尘公子，莫名成了齐王的男宠，最后更是把齐王斩了首，惹得皇上大怒，禁卫军把帝都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抓到他。想去就去吧，让银月和银霜跟在你身边。王爷这么大度，你希望我自私一点，把你关在王府，从此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世上除了女子就只剩下男人，那些世家女子对你不友善，你交一些其他方面的朋友也没什么坏处。前世浮尘杀了齐王后能离其脱身，连禁军都搜不到人，难不成暗中帮他脱身的就是你姐？我知道了，多谢王爷。快过来坐下喝杯茶，浮尘公子上台了。南希，快过来看。他就是浮尘公子。浮尘公子，今天来一首天仙配吧！齐王到！我家齐王有请浮尘公子入内说话。姑娘，刚得到消息，相爷中午刚在别院和柳氏母女吃了团圆饭，相爷要在40大寿上借皇上的金口求赐婚，把柳氏弄进府里呢。堂堂一国丞相，居然嫡庶不分，尊卑颠倒。南希，你一点都不生气，也不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不管他打什么算盘，最终都不可能如愿。重活一世，我可不是吃素的。姑娘，齐王对浮尘公子动了武力，林佳，你留在这里等我，看我英雄救美之后，让浮尘公子过来单独给你唱一曲。我也去。过几天就是老爷40大寿了，妾身想跟月儿一起进府给老爷拜寿。月儿长这么大，都没能光明正大的喊一声爹，我这个做娘的想起来就觉得心酸。娘也别太难过，我知道爹是爱我们的，只是大姐毕竟是丞相府嫡女，她若不同意，我绝不让爹爹为难。此事的确是委屈了你们娘儿俩，不过你们放心，大寿之日，我借机向皇上提出纳你进门。老爷此话当真？自然当真。进府之后，你做第7房姨娘，月儿从此也是名正言顺的丞相府2小姐。太好了，谢谢爹。我还有事就先走了。等进了相府，我要拿到南夫人手里所有的产业，弥补这么多年我们母女所受的委屈。娘，等进了相府，我是不是就可以堂堂正正嫁给青叔哥哥了？顾青叔，他算个什么东西？南希眼瞎，你也跟着眼瞎。娘根本不知道，我已经失身给顾青石，甚至还为他掉了一个孩子。除了顾青石，我还能嫁给谁？好了，少想那些没用的。娘今天带你去清音楼听戏，说不定还能遇上个真贵人。本郡主听戏听得好好的，是谁如此不识相，把浮尘公子叫走，打扰了本郡主的雅兴？王爷有令，不许任何人进去，还请郡主恕罪。如果本郡主非进去不可呢？不进去也行。
你进去帮我们把浮尘公子叫出来，他的戏还没唱完呢。你耳朵聋了？是不是需要摄政王亲自过来告诉你，南姑娘的命令就是我家王爷的命令？还请南姑娘恕罪，小的这就去禀报王爷。银霜，你跟他一起去。王爷，外面的小郡主和南姑娘要见浮尘公子，说不许伤害他，否则定要皇上和摄政王做主。放肆，简直无法无天！好大的胆子，连本王的人都敢动！本王乃当朝齐王，你们简直是找死！是哪位南姑娘要见我？丞相府大小姐。原来如此，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给本王拿下！浮尘公子，你没事吧？南姑娘今天也来听戏，扰了南姑娘和小郡主的雅兴，浮尘深感抱歉。姑娘若不嫌弃，在下愿单独给两位姑娘唱上一曲，以表谢意。这还没开口求呢，一向清高孤傲的浮尘公子居然主动要单独唱曲，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好啊，我跟小郡主今天订了2楼天一号雅位。小郡主和南姑娘先请。大姐，你也在这里？我今天……我对你的事情不感兴趣，你不必跟我解释你的行踪。公子，顾青书彻底没用了。既然南希已经攀上了摄政王，我就算嫁给顾青书也斗不过他。我必须找到更强大的靠山，绝对不能被他踩在脚下。你是谁？站在这里干什么？民女有件重要的事情想告诉王爷，不知王爷眼下是否方便说话？唱戏就不用了，浮尘公子能不能告诉我们，齐王找你干什么？我看他是来者不善。齐王看上了我，让我做他男宠。真是荒谬，他有没有搞错？前世浮尘公子入齐王府，最终齐王却惨死。看他这般态度，显然对齐王毫无忌惮。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杀齐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给两位唱一曲，两位替我解了围，唱一曲不算什么。真的可以吗？好啊。楚瑞参见皇叔。有事。皇叔，刚才我去清音楼听戏，偶然看见丞相府的南希姑娘了。我担心她一个姑娘家在外面吃亏，特来告知皇叔。皇叔切莫误会，南姑娘可能只是太喜欢浮尘公子唱的曲子，把她请到了单独的雅间。你特意过来，就是跟本王说这个？我就是不太放心，皇叔可有派人保护南姑娘？万一发生意外，她跟谁一起去的？身边带了2个侍女，是谁？你没认出来？皇叔，就算你不知道银月和银霜是本王府上的人，也该知道他们的身手，足以碾压你齐王府那些废物。南希是本王的女人，她的行踪安危无需你来操心。堂堂齐王，有时间管好自己的事，别跟个碎嘴的婆子似的。干什么？我家姑娘听说小郡主在这里，让奴婢过来请小郡主去一趟，有话要单独谈谈。你家姑娘是谁？在本郡主面前装神秘。姑娘说，郡主过去就知道了。有事就先去，不用管我，我在这里等你。不然我们一起去，人家已经摆明了只想见你，我去不是自讨没趣吗？那好，我很快回来。银霜，在，跟上去盯着，别让小郡主吃了亏。是。有人在故弄玄虚，南姑娘猜到是谁？如此拙劣的伎俩，不用想都知道是谁。有件事我想问问公子，你是摄政王荣誉的人？不是。不是。那荣誉提到他的时候，怎么会是一副熟手的口吻？这人身上到底藏着多少秘密？摄政王对你好吗？你是真心喜欢摄政王？摄政王对我很好。那就好。我原名其实不叫浮尘，南姑娘别告诉别人，其实我叫……谁？别担心，有银月在，贼人无法得逞。南姑娘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先走了。
跑得这么快？王爷在相府没做成采花贼，大白天的跑到戏楼来采花了。玩得开心？还好，不过王爷怎么突然过来了？有人去摄政王府通风报信，说你跟浮尘公子共处一室。不会是齐王吧？他还真是学会了告状陷害的小人行径。不用理会他，我……碧溪，各位公子，方才我亲眼看见姐姐和浮尘公子进了这间房，我太担心他，让人过来看，可是里面一直没动静，我真担心姐姐万一出了什么事。南姑娘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要是让摄政王知道了，那还得了？浮尘公子不是被齐王叫走了吗？你确定没看错，看见他们一起进去？我偶然撞见的，是齐王为难浮尘公子，姐姐去解围，浮尘公子答应单独给他唱曲。算算时间，人也该被锁在里面好一阵了。只要破门进去，撞见他们独处一室的场面，南溪的名节就彻底毁了。我要让你身败名裂，被摄政王重重治。各位公子，时间不等人，我们快撞门进去救姐姐吧。这位姑娘，没有贵客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擅入。你带人堵在这里，到底想干什么？我担心姐姐遇到危险。谁是你的姐姐？外面传得风风雨雨的，你背着南大姑娘跟顾青书私相授受，反倒倒打一耙陷害亲姐姐。你就是这样对待你亲姐姐的？我想起来了，前几日就听说女子设计陷害南大姑娘，看来是想取而代之，攀上摄政王这棵高枝啊！可不是嘛！听说他前几天去王府看南姑娘时，还故意弄伤了她，这分明是包藏祸心，想借机除掉亲姐姐，好上位。我没有，我真的只是担心姐姐，我从来没有要害她的心思。你有没有害人的心思我不知道，但你屡次针对南大姑娘是事实，到底是不是顾青石让你来陷害南姑娘，好让她重新抱上丞相府的大腿？你们怎么说我都行，但能不能先让姐姐出来？屋里现在只有她和浮尘公子，万一浮尘公子对她图谋不轨……南月姑娘这话着实是委屈了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明明亲眼看着她进去的，人也被我锁在里面了，她怎么可能好端端的从外面走过来？南月姑娘看到我似乎很惊僵，你想问我为什么没有跟你姐姐待在房间里，还是想问我为什么没掉进你设的圈套里？你怎么会？这么多人堵在我的门前，是打算来捉奸在床吗？参见摄政王，摄政王千岁千岁千岁！我今天难得有兴致跟王爷一起来听戏，各位就带人把门堵了，以为我在这里私会其他男子。不，大姑娘明察，是南月姑娘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我等绝对有半点不敬之心。对，南月姑娘非咬定大姑娘有危险，我们才被骗过来的。不是的，我是真的担心姐姐，我没骗人。真的担心我？1个月前你一边跟我上演姐妹情深，一边转头就跟顾青书私相授受，眼下你一边说担心，一边带着这么多人来堵门造势。南月，你这点拙劣的演技，骗没脑子的蠢货也就罢了，居然敢舞到我面前。原本我想留你一命，既然你这么喜欢搬弄是非，败坏别人名节，我就成全你。银月，稍后派人把他送去城外的家庙，让他静心思过，这辈子都别再出来惹是生非。是，姑娘。不，姐姐你不能这么做。传本王的话，家庙之人严加看管，不许任何人探视求情。走吧，摄政王饶命！大姐，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你饶了我吧，大姐。你自己做的错事，就该自己承担后果。浮尘公子，冒昧问一句，你以前是不是就认识我？我跟你今天才算真正的认识，以前都没见过你的面。除了想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我还想知道我俩之间是否有着什么我不知道的关系。好吧，事到如今，我也不想骗你。其实我是你娘的侄儿，你娘是我的姑姑，我们俩是表兄妹的关系。表兄妹，一表3000里的那种。嫡亲的表兄妹，如假包换。姑娘，事情都办妥了，家庙的人已经接手，那边规矩严，够他好好思过了。继续说。奴婢特意交代了，是按摄政王的意思送过去的，那边的人定会严加看管。姑娘放心，以后这个惹事的人绝对不会再出现在姑娘面前。南月的母亲柳氏怎么没出现？她不是跟南月一起去青音楼听戏的吗？柳氏也被处置了，听说她被族里判了杖罚，即日就要送去城外的庄子，终生不得回京。送去城外庄子，千里迢迢倒不必，城郊的庄子就够了，省得路上折腾人力。姑娘的意思是，皇城脚下也有闲置的田庄，何必送那么远？就近看管，也免得他再动歪心思。丞相大人就在帝都，外事被族里发落，女儿送了家庙，只怕南相马上就要成为同样的笑柄了。他们母女俩在算计我的时候，可没有顾及到我的脸面。姑娘说的对，稍后我就去跟浮尘公子说一声，把人转到城郊庄子。我还以为柳氏多有手段，也不过如此。姑娘，相府来了人，说是丞相大人让您即刻回相府一趟。丞相大人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
我确实需要回相府一趟，找我娘问清楚。孽女，你给我跪下！父亲怎么一大早就这么大火气？是下人没伺候好，还是被皇上训斥了？父亲年岁渐大，可得当心自己的身体。大小姐还知道关心自己的父亲，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大小姐多有孝心呢。我跟父亲说话的时候，请李姨娘闭嘴。你，南希，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还有没有一点规矩？大姐现在有摄政王撑腰，哪里还会把长辈放在眼里？我娘说一句，大姐只怕早背了10句在等着。哟，这是仗着人多开审判大会吗？是不是我许久没发威了？你们都当我是病猫了呀？丞相在教训女儿，你这个侍女最好闭嘴！我为什么要闭嘴？你算哪根葱？我家姑娘在南府是嫡女大小姐，李姨娘身为妾室，不懂尊卑之别，居然敢朝姑娘大呼小叫。还有你南郊，身为庶女，居然敢对嫡姐叫嚣，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南丞相治家不严，纵容妾室庶女对嫡女不敬，看来我有必要跟王爷提上一嘴，在朝堂上好好参你一本。银月说得好，堂堂丞相治家不严，为老不尊，公然圈养外室，纵容妾室庶女欺压嫡女，尊卑混乱，门风败坏。我倒想看看事情传出去之后，天下人会如何评价你这位位高权的大周丞相。南夫人，别忘了你的身份。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若是我决定休了你，是不是以后就再也不用顾忌什么身份了？你简直胡说八道！简直是笑话！自古以来只听过男人能休妻，还没听说过女人能休夫的。夫人这话说出来，也不怕遭天下人耻笑。我既然敢说，就不怕任何人耻笑。当初是我眼瞎，才看上了一个虚伪、自私、薄情寡义的东西。既然南师君对我无情，我觉得我俩之间的夫妻情分到此也该结束。胡说八道，简直是胡说八道！你简直不可理喻！项帅历经官场风云也有10多载了，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一点风度修养都没有？从今天开始，别再找希儿的麻烦，真惹恼了我，我会让你们知道连西北风都是凉的。希儿，跟我走，别理他们。希儿，你昨天在清音楼里是不是见到了浮尘公子？他跟你说了什么？他说他是我的表兄。希儿，你是不是真的决定要嫁给摄政王，并且非他不可？非他不可。既然如此，我大概要跟摄政王深谈一次。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娘，这么急？反正我现在也闲着，与其让你心里一直憋着疑问，不如早些让你知道真相。姑母，谁是你的姑母？我跟王爷有话要说，麻烦王爷带我去个安静便于说话的地方。娘今天的气势着实惊人，她到底是什么来头？希儿，你先出去玩会儿。啊，我吗？好吧。怎么样？我娘跟你们说了什么？为什么不让我听？荣玉，你怎么了？似乎不太高兴。南希，你喜欢当公主，还是当皇后？公主、皇后，她这问题也太奇怪了。我喜欢当你的妻子。只能是我的。只是你一个人的，别的人我看都不看一眼。希儿，你知道东陵吗？东陵，我知道，天下9国之一，唯一一个允许女子称帝的国家。你的母亲就是东陵皇族之人。什么？我娘是东陵人，可她明明姓袁啊！她姓轩辕，是轩辕皇族的大公主。大公主，我娘怎么会隐姓埋名跑到大周，还成了一个商户女？此事说来话长，
当年东卢祭祀殿定下规矩，每隔200年，轩辕氏必出一位女皇，以此来压制皇族骨子里争大天下的野心。所以我娘是为了躲避皇权争争，主动放弃了女皇之位。不，18年前，当今东陵皇帝企图废除女帝规定，拒绝立你娘为储。所以那位长皇子之约就逼我娘远离开。他们定下18年期限已满，那位被立为储君的皇孙却孱弱不堪，所以福成公子此次前来，就是奉命请你娘回去的。18年没回去了，东陵局势不明，我娘若贸然回去，岂不是非常危险？你娘就算回去，也不会再做女皇了。为什么？因为这一代的女帝，其实是你。我是东陵将来的女帝。这么说来，我以后岂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拥有3宫6院72个皇夫了？不行，不许想着别人，你自己说的，只要我一个。荣渊，你先放开我，我快喘不过气了。对不起，我刚才只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既不想当女皇，更对什么3宫6院没兴趣。这一生，我只是你荣誉一个人的妻子。我们成亲吧。好，我们成亲。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娘今天打扮得如此隆重贵气，可是有什么特殊的缘故？你父亲今天过整寿，他要借着今天皇上和诸位王爷都在场的机会，开口提李氏为平妻。我若不好好回敬他一份大礼，怎么对得起他如此精心的算计？以正室膝下无子为由当众请求，皇上为了拉拢他，10有8九会顺水推舟答应，但这无疑是当众狠狠打您的脸，绝不能让他得逞。这事儿不用你出面，娘自有应对的办法。娘，无论您今天想做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您。好孩子，听说荣玉今天也来了。他被引去南柯那边的泼墨阁了。料到他会来，娘今天要出大招，震慑这帮伪君子，说不定待会儿还得借摄政王的威势一用呢。走吧，今天寿宴名义上的女主人可是李氏，我们这就去女客那边好好看一场大戏。哎呦，李夫人今日这身打扮可真是端庄大气。你年轻时可是咱们帝都数得着的世家嫡女，这教养气度就是不一样，可不是吗？教出来的南郊姑娘也是知书达理、落落大方，看着就让人喜欢极了。说真的，比起某位浑身沾染铜气味的商户女，李夫人您呐，才配得上丞相大人这真正的贤内助名号。快别这么说，夫人才是老爷明媒正娶的正室，妾身不过是尽些绵薄之力替老爷分忧台面，整天就知道算计那几两碎银子，哪里懂我们这些名门世家的规矩？诸位夫人这么懂规矩，难道没学过背后莫论人非的教养吗？大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娘是皇上亲封的一诰命夫人，也是这丞相府唯一的当家主母。你们那群所谓的名门贵妇，竟公然在这里吹捧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妾室，甚至恶言重伤一品诰命。不知这事若传到宗人府，王妃觉得您那顶端庄贤淑的帽子还戴得稳吗？大小姐息怒，今日是老爷大喜的日子，各位夫人也是无心之失。大姐姐，您可算来了，客人们都等着给您请安呢。滚开，别挡了我的路。继续聊啊，本夫人倒要听听，谁还对我的出身有意见？也就是丞相大人重情重义，舍不得当年的糟糠之妻，否则早该让李夫人做当家主母了。就是一个是低贱粗俗的商户女，一个是名门庶女，谁高贵谁贤，不会也赢不了。只可惜丞相大人有不情，糟糠之妻却无意，不就是仗着白眼狼女儿？要我说，摄政王对她也不一定就……摄政王对我不是真爱，难不成对你是真爱？要不要我跟夫人去摄政王面前问问，看他对我到底是真爱还是假意？我不是这个意思。不如今天借此机会，让摄政王好好表个态，免得各位夫人乱嚼舌根，如何？南姑娘仗着摄政王宠爱，说话都有底气了。
不过一日未进门，就还不是王妃？这般无礼，难道商户只能教出这样的女儿？我见识的确不如各位，原来在背后肆意贬低他人，就是名门夫人的端庄教养。这样的教养不要也，你太放肆了！大姐，看看南郊，难怪你父亲不喜欢你。王妃这句是把在场所有人都骂了吧？各位王妃好歹是当家主母，却跟李姨娘这样的妾室相处甚欢，不知各位家里的妾室是不是也这般惹人喜欢？南希，听说瑞王刚纳了个美貌侧妃，以王妃的大度，定能跟侧妃姐妹相当，让侧妃儿女风头压过嫡出也无所谓。毕竟瑞王妃就喜欢知书达理的庶女。祝各位玩得愉快，顺便跟瑞王妃请教请教，如何大度的跟侧妃姐妹相称。过了今天，谁是妻谁是妹还说不准呢！你别得意太早。那我提前祝姨娘得偿所愿。夫人到！这就是南夫人，外传商户女粗俗不堪，今日一见，比起世家贵女毫不逊色。妾身南夫人携小女参见皇上，参见摄政王。夫人不必多礼，南姑娘也不用多礼。妾身恭贺相爷寿诞，祝相爷年年有今日。姐姐就只是空口祝言，娇娇为了相爷寿辰，亲手刺绣做了一件长袍，这孝心可是金钱买不来的。我也准备了贺礼，不过先卖个关子，等会儿再拿出来。娇娇的心意让为父很感动，辛苦了。都是女儿应该做的。正妻嫡女被冷落，妾室是庶女倒成了座上宾，这丞相府的规矩真是奇特。今日趁着寿宴，臣想跟皇上求个恩典。南青但说无妨。相爷，妾身不需要补偿，妾身不敢跟姐姐争功劳。我知道你懂事。臣想提李氏为平妻，求皇上允准。南青劳苦功高，李氏贤良淑德，朕岂有不允之理？但朕也不好插手相府内宅之事，不知夫人是否同意？若夫人同意，朕今日就做了这个主意。我不太同意。夫人不同意？的确不同意。丞相要提李氏为平妻，此事是从未与我商议过，所以我不同意。你疯了！我没疯。事实上，今天我要送给相爷的大礼，也跟此事有关。你又要耍什么把戏？我警告你！世人皆知我出身商户，一身同心味，所以今天我也只以简单的言语告知各位：即日开始，我与南之金夫妻情断，往日种种皆随风而去，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这是我给南之行的休书，请各位做个见证。简直荒唐！世间只有男人休妻，从未听说过女子休夫，你简直不可理喻！来人！夫人今天身体不适，还不把她带下去休息？确实荒唐，果然是愚昧无知的商户女，一点规矩都不懂。这般惊世骇俗，亏南相还留她这么多年，真是家门不幸。谁敢碰我娘一下，信不信我让你血溅当场？你想干什么？父亲别担心，我并不想干什么。今日只是想跟各位探讨一些事情。方才听到有人说我娘休夫惊世骇俗，可世人总是对权贵盲目偏袒，对弱势盲目打压，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公平和正义。南姑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世人皆知，我爹当年一贫如洗，是我娘不离不弃，供他吃喝，供他读书赶考，供他银子铺路升迁，还供他银子纳一个个小妾，生下一个个庶子庶女。南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父亲心里清楚，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你委屈了我娘多少？如果今天我说你是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父亲会不会觉得我大逆不道？你给我住口！在座的各位明知我父亲不对，却依然赞成，因为你们其实跟父亲一样，满嘴仁义道德，却一肚子男盗女娼，虚伪至极。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说话的？简直毫无教养！怪不得南相偏心，言语如此粗鄙。闹够了没？南夫人休夫一事虽历来不多，但本王觉得可行。皇上觉得呢？摄政王一开口，朕的天子威严荡然无存。摄政王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女子休夫的先例啊！规矩是用来打破的，既然古时没有，那今天不妨就由我母亲开这个先例。王爷觉得我说的对吗？
姐姐，今天这事儿全因我而起，姐姐若要生气就怪我，不要迁怒相爷。等宴席散了，我任由姐姐处置。只要宴席一散，我定要让相扒了你的皮。我休了南世间跟你没关系，别太高看自己，以为你有资格左右我的决定。我若真愿意高看你一眼，当年你连进相府为妾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你不必把自己当回事。现任这个低贱的生物凭什么这么高？你想打我，李氏，你可以试试。姐姐在说什么？妹妹怎么敢有这种想法？不敢就好。既然诸位都听清楚了，今天关于我跟南虚行的事情到此为止。稍后迈出这扇门，我跟南家再无瓜葛，府中所有属于我的嫁妆，我一概带走。南相若是不放心，可以派人去盯着。我这个商户女自请下根，不再留下来丢丞相的脸。至于小女希儿，就交给摄政王了，还望王爷好好照顾她，别让她吃了贱人的亏。夫人放心，本王必定视希儿如命，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南夫人，别再胡闹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以后提平妻的事我再也不提。爹，这对娘不公平！闭嘴！为父做事还需你同意。南实行，您误会了，你以为我是因为李氏生气？别自作多情了。就算你不提这茬，我也是要休了你。这些年我在你身上花的银子，足够买下这座府邸和你那身丞相官服。今日我连本带利全都收走。南夫人，大周严令禁止买官卖官，就算你有金山银山，也买不了丞相身上那身官服。皇上的意思是，南咨询的丞相之位是凭自己实力坐上去的，这一点妾身承认。可皇上别忘了，南袭之从踏入仕途之初，就是妾身供他吃穿用户。他读的每本书，用的每套笔墨，皆是我出钱。若没我的金山银山，南知之连帝都城门朝哪个方向开，只怕都不知道。金山买不来官服，皇上何不问问他？没我，他能坐上今天的位置？姐姐，你别太过分了！今日非要让相爷在众人面前丢尽脸面，你才高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他今日之难堪，根本是咎由自取。希儿，我先走了。你今晚回摄政王府去，有护你，能放心。娘，您打算就以这样的身份走吗？东陵那边局势不明，娘的身份若暴露，对你反而没好处。你暂留大周，择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既能震慑宵小，也能让荣玉安心，就当提前给他个名分。南姑娘身为相府嫡女，为何不劝阻母亲？身为子女，却有意促成父母和离。皇上冤枉臣女，臣女并非盼他们和离，而是支持母亲休了父亲，因为他忘恩负义，薄情寡义。就算他是我父亲，我也绝不原谅。我今日把话放在这儿，就算是摄政王若他日背弃了我，我也会毫不犹豫的休了他。这就是我对感情的态度。这女人疯了吧？竟敢说休了摄政王！王爷同意我说的话吗？同意。本王不会背弃你，不会纳妾，不会养歪事，不做任何你不喜欢的事，所以你没有理由休了本王。王爷，我有些累了，不想听废话，我想去看看我娘。本王与你同去。王爷让林将军来是要护送我，其实不用麻烦，我身边人手足够。林帆是本王的人，皇上和南相都知道，有他护送，他们想暗中动手脚也会有所顾忌，能免去很多麻烦。既然如此，就麻烦林将军了。希儿，等林将军到了，你就跟王爷回府，以后好好过日子，没事别回来了。我知道，娘一路上千万保重。这些帝都商铺的契纸你拿着，管事掌柜都会听你的。娘，您把钱都给我了，回东陵不需要打点关系吗？打点？我是东陵大公主，回去是享清福的，要我自己掏钱，我何必回去？娘说的对，是女儿多虑了。姐姐，相爷操心流离为了这个家，你怎可当众让他下不来台？别一口一个姐姐，姑奶奶已经休了南资治，她的面子关我屁事。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还真要搬空相府？搬空相府？你太看得起我了。这府里一砖一瓦花草树木都是皇上赐的，我都留给你，连库房钥匙也给你，你慢慢管去吧。娘真是腹黑，留下个空壳子给这女人，够她哭的。那库房里还有多少银子？一文没有。不过皇上以前赐的绸缎和古玩还在，你要是觉得能换钱，就拿去当了。皇上赐的怎能变卖？你想害我们杀头吗？你把银子全带走，我们以后吃什么喝什么？那是你的事，我跟南一行已无瓜葛。难不成还要我拿钱养他和小妾？你享受了相府荣华，你何离就捐走银子，合适吗？怎么，你想让我把嫁妆也留给你这小三儿？李姨娘，别这么不要脸，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别贪，否则只会让人更看不起你。南夫人，你这是下定决心要跟本相鱼死网破？相爷这话不对，这叫鱼没死，网也没破。
你不是一直想休了我，把小妾抬正吗？今天我主动成全，你应该放鞭炮庆祝啊！竟当真舍得下我们10几年的夫妻情分？踏出这大门，我与南府再无瓜葛。把夫人安然送达。路上若遇找麻烦的，不论是谁，格杀无论，卑职遵命。哼！奴才参见摄政王。太后娘娘有旨，宣召南姑娘即刻进宫觐见。太后这么迫不及待，皇上刚回去，这就想把我撒气了。回去告诉太后，南姑娘今天没空。王爷，这是太后的懿旨啊！公公，你刚才也听到了，摄政王说我没空，这可如何是好？太后懿旨容不得违抗，求王爷莫让奴才为难。方才在府里受了惊吓，我们回王府休息。都听王爷的。娘这一走，估计很久都见不到。不会太久，你19岁生辰之前，东陵皇族必可派人来接你。19岁生辰之前，那岂不是今年年底？若真如此，我岂不是要跟你分开？路途那么遥远，我不想跟你分开。傻瓜，我跟你一起回去。啊！你堂堂大周摄政王跟我去东陵，就当是游山玩水，我会安排妥当。可他们为何偏要在我19岁前接我？因为东陵祭祀殿的神谕规定，被神灵选中的储君必须在19岁生辰次日登基。 19岁登基做女皇，我到现在都没实感，就像听别人的故事一样。不管你是商户女还是东陵女皇，你都是我的。音乐，去找京城最好的媒婆，择最近的良辰吉日，本王要尽快迎娶南希。是。只要成了妻，她就彻彻底底只属于我一个人，谁也抢不走。日子就定在3天后，不能再晚了。早日把你娶回府，本王才能安心。好，都听你的。摄政王这是想造反吗？母后息怒。荣誉手里握着大周40万兵马大权，麾下玄甲军更是精锐中的精锐。朕这个皇帝现在可不敢明着跟他叫板。掌握兵权就敢目无君王，他眼里还有没有君臣尊卑？这位小皇叔性子素来冷硬乖戾，何曾有过忠君的想法？满朝文武都怕他，无人能牵制他分毫。他倚仗的不过是兵权罢了，皇上难道就不能想办法让他把兵权交出来？交出兵权，朕日想夜想，吃饭睡觉都在想。只要兵权在他手里，朕一日不得安眠。可现在朝堂上，他说话的分量比朕还重，朕暂时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江山到底是你在做，还是他在做？他是想架空朕，朕绝不允许。既然动不了他，就从南希身上下手。南希一直待在摄政王府，出入都有高手跟随，很难得手。很难不代表做不到。哀家在后宫熬了几10年，什么手段没见过？南希平日里跟谁交好，跟谁有仇？回太后，南姑娘以前喜欢顾青书顾状元，不过2人现在已经反目成仇。南姑娘的妹妹怀了顾状元的孩子，被摄政王一脚踹没了，妹妹也被送去青楼。顾状元跟这位南大娘仇怨可是越积越深了。顾青书，这可是把好刀。张总管派太医去看看顾青书的伤，他喜欢的姑娘要嫁人了，怎么能不让他知？荣玉，大半夜的，我们这是要去哪儿？苍云山。去苍云山干什么？到了你就知道了。这么庞大的神秘势力，如此死心塌地的追随。荣玉，九霄门阁主是你？荣玉，你真是深不可测。以后你可以慢慢了解。云亭，秦书，这是本王的王妃，九霄阁以后的主母南希。属下云亭拜见夫人，属下秦书拜见夫人。我前世那般愚蠢，究竟配得上他如此厚待？两位公子请起。4月18日大婚，希儿从苍云山出阁。云亭，此事你全权负责筹办，务必隆重。荣玉，也别太隆重。大周摄政王成亲，苍云山九霄阁嫁女儿，怎么能不隆重？夫人不必担心，一切交给属下下来办即可。九霄阁嫁女儿，原来荣玉打的是这个主。天哪！全天下女子都艳羡的出嫁规格，这阵仗赶上封侯大典了吧？这摄政王娶妻果然震动天下，
不过奇怪了，这南姑娘不是丞相府的嫡女吗？怎么没从相府出家？还不知道啊。前些日子丞相寿宴，丞相夫人当众把南相给休了，连皇上的面子都没给。这可是把南相的脸放地上踩啊！怪不得没从相府出嫁，这母女俩真是离经叛道。今日是我九霄阁大小姐出阁之日，嫁与大周摄政王，还望摄政王以后善待小姐，也望大周市民都能善待我家大小姐。九霄阁，那个势力遍布天下、富可敌国的九霄阁，摄政王娶的不是南家那个商户女吗？怎么变成九霄阁大小姐了？难怪南夫人敢当众修复，原来人家根本不是商户，是九霄阁的掌舵人啊！从今往后，我不再是任人欺凌的相府千金，我是你的妻，是与你并肩而立的摄政王妃。皇上、皇后娘娘驾到！参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卿平身，朕和皇后也过来凑个热闹，讨一杯喜酒喝，恭贺小皇叔新婚大喜。多谢皇上祝福。皇婶是九霄阁千金，朕怎么从未听说过？母亲休了父亲之后，我就被母亲派来的人接去了九霄阁。所以，南夫人是九霄阁之主？我娘低调，没料到我爹如此不靠谱。他伤透了心，休夫离开之后，才告诉了我真实身份。如果早知道南夫人是九霄阁之主，朕绝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她跟南相和离。荣泽这下简直如虎添翼。难得大喜的日子，众位不妨也都给皇叔敬杯酒。还是我们兄弟几个先饮几杯比较好。小皇叔今日难得成亲，万不可误了新人吉时。既然如此，朕就不耽搁皇叔的吉时了。礼成送入洞房。恭喜王爷王妃喜结连理，百年好合。恭喜王爷王妃！今天所有人赏赐加倍。多谢王爷！王爷，这不合规矩。我家王爷心疼王妃就是规矩。王爷去前殿应酬还不知道多久，王妃带着这么沉的凤冠怎么斗得了？我早些回来，你要是饿了，就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大喜之日别皱眉，少喝点酒，我等你。启禀王妃，皇后娘娘命奴婢送来了给王妃的贺礼，娘娘交代务必亲手交给摄政王妃。给我，必须亲手交给王妃。既然皇后娘娘要亲手交给我，就进来吧。屏住呼吸，有毒！医生，你。被打成重伤，试图尽毁，凭什么你能风光大嫁做摄政王妃？既然我得不到，既然你把我毁了，那我就在新婚夜把你彻底毁掉。你没晕？你觉得我应该有什么事？摄政王府戒备森严，你能混进来，全靠内鬼给你通风报信。顾青诗，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如此愚蠢可笑？你耍我！你故意设局引我进来，一点破药就想放倒我们，简直太目中无人。南希，才几天没见，你居然变得如此恶毒！我恶毒？你一个外男潜入我的新房，想毁我清，等会儿再有人带着宾客来看戏，我内会就会名节不保，甚至被容徐当场处死。这连环计，到底是谁恶了我？请王妃示下，如何处置？很简单，
废了手脚，从窗子外面丢出去。是。我一直以为你对我是真心的，可没想到你居然背叛我！这人今晚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想跟我同归于尽。先把他塞床底。塞床底？塞。都站好！朕并不想在皇叔大婚之日让众人看笑话，可皇家之事没有秘密，若有苟且，越是遮掩，众人越是怀疑。皇叔觉得呢？摄政王的热闹其实好凑的，万一真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咱们的脑袋还能保住吗？嫁进皇家的女子若不守妇道，做了令皇族蒙羞之事，绝不能轻饶。青阳，属下在。命侍卫统领守卫摄政王府各出口，不许任何人提前离开。本王给你们一个交代。王爷，皇上，各位王爷，这是要闹洞房？这侍女怎么一脸平静，一点也不像里头在私会情难的样子？王妃安好。很好啊，就是有些饿了，奴婢正要去厨房端些热食。朕亲自去看看。参见王爷。荣玉，你不是在前面招呼客人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怕你一个人无聊，过来看看。方才有人来过吗？没有啊，就银月和银霜陪着我，奴婢寸步未离，不会让任何人打扰王妃。造谣生事，罪责当诛！来人，把他拉出去砍了！皇上饶命，王爷饶命，这不是属下的意思。他是摄政王府的人，要处置也是本王来。来人，把他下巴卸了，带下去地牢。朕就不打扰皇叔洞房花烛夜了。我在床底藏了个男人，王爷不会怀疑我不忠吧？刚才王爷带那么多人，真是来捉奸的？不许胡说，我只是生气。同样的伎俩，南家用了，他居然还敢用。王爷，这人如何处置？王妃说要废了手脚，方才情急才塞进床底。照王妃说的办，废了手脚，关进地牢。本王明日再亲自审他。是。荣玉，我喜欢你。这一生一世，你是我唯一爱背的夫君，君当如磐石，妾意爱仆女。启禀王爷，属下有10万火急。敢坏王爷的好事，你找死啊！姑娘满面春光，昨晚要不是属下拦着，青阳那个没眼力见家的话，定要打扰了王爷和王妃的美事。皇后派来送礼的那个宫女已经死了，一看就是被灭了口，想来个死无对证。不过王爷要报复惩治谁，不需要证据。我家夫君真是霸气。什么事这么开心？再猜你什么时候回来？地牢那边处理完了，辛苦父亲。顾青书还没死，留着他一口气还有用处。这种苍蝇不吓人也恶心人，留着做什么？还有6天是太后的寿诞，顾青书是本王送给她的寿诞贺礼。太后寿诞，我家府君果然是杀伐果断，不出手则已，一击致命。这一出寿诞大礼绝对刻骨铭心。关于顾青书，你会不会觉得我对她太狠？一点都不狠。就算你当着我的面把她凌敌3000刀，把肉割下来喂狗，把骨头敲成沙，我都觉得是她罪有应得。只要你高兴便好，这世上没有人能伤你分毫。有夫君在，我自是不怕的。夫君，张嘴。
陆莹，皇上，顾青书的消息查到没有？魏统领呢？回皇上，顾青书和那个宫女都没了消息。卑职早上刚打听到，魏萧然也没了动静。没了动静是什么意思？卑职猜测，极有可能已经暴露，被摄政王处置了。南姑娘，这里，来这里坐。哟，这不是摄政王妃吗？一股子铜漆味儿，这御花园的花香都被熏灼了。可不是嘛，靠着耍手段爬上枝头，骨子里还不是个低贱的商户女。各位是不认识我吗？见了本王妃，不仅不跪，还敢挡路。哼，南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在这儿耍威风？我们又见面了，白姑娘，这算不算是冤家路窄？南希，你还真敢进宫！白姑娘心里正在骂我吧？我没嫁给摄政王之前，你在我面前就是手下败将。你觉得我不敢？你可以试试。对摄政王妃不敬之人，该如何处置？见过摄政王妃，以前多有冒犯，还请王妃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计较。见过摄政王妃，只要各位记清楚身份，以后别再惹我就行。你好，我好，大家好。果然做了王妃就是不一样，仗势欺人的架势一点都不含糊。若是摄政王看到你这副嘴脸，还会被你欺骗吗？一次仗势欺人，杜绝以后无数麻烦，很划算。至于摄政王，他一直知道我是什么脾气，谈不上假象，也没什么可欺骗的。南姐姐说的对，大家和和气气多好。温岚怎么没来？今天没进宫吗？温姑娘在慈安宫给太后娘娘请安呢。太后一向喜欢她，原本想赐婚给摄政王的，她也死心塌地。这不，太后正把她叫过去安抚。姻缘不可强求，摄政王喜欢南姐姐，自然是因为南姐姐有旁人没有的优点。这话我爱听。明天我们去逛街，我带你去墨玉阁挑2件首饰。墨玉阁随便一件首饰都要几千两，她居然随口就送，这该死的商户女！温家丫头，你是真心喜欢摄政王？摄政王已经娶了南希，我若当太后的妻子，必定凶险。可只要南希活着，我永远没有机会。臣女非摄政王不嫁。既然如此，哀家有个办法，或许可助你一臂之力。是。请太后娘娘示下。皇上驾到，皇太后娘娘驾到，皇后娘娘到。恭祝太后娘娘福寿安康，参见皇上，万岁万万岁！平身，宴齐。成败在此一举，南希，今晚就是你的死期。温岚，你怎么不吃？待会儿不是还要给太后献贺礼吗？贺礼自然是准备了的。林静，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什么事？我跟南姑娘有些误会。摄政王权势滔天，我不想得罪他，想跟他化干戈为玉帛，能不能帮我约他到御景阁？我想当面赔罪。既然温姑娘诚心赔罪，我如何能拒绝？我觉得事情不太寻常，你若不想去就不去。不，我去会会他，早些做个了断。我陪你一起去。不用，一炷香时间之后，如果我还没回来，你就去告诉摄政王。王妃，止步！那个女子不是温姑娘，周围有埋伏，是宫里的隐卫，至少15个人，没有杀气。他们不是来杀人的，是想困住我们。调虎离山？难道宴会上？我们不能留在这里，回去看好戏。
身段，这眉眼轮廓，怎么那么像摄政王妃？摄政王妃竟然亲自下场给太后献舞！荣玉，看着你心爱的女人在众人面前扭动，你还能忍得住吗？王爷，那容貌，那是新任摄政王妃。我的老天爷，摄政王妃当众献舞，这简直是不知体统，把自己当成倚门卖笑的舞姬了吗？不知廉耻的逆女人，简直把丞相府的脸都丢尽了。若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让她去王府。这搔首弄姿的样子，真亏她做得出来。果然是商户女，上不得台面。皇族贵妇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献舞，这是在丢皇家的脸。我看这回摄政王还会不会由着他胡闹？这么大的笑话，摄政王大怒之下，说不定直接当场写封休书把他休了。温岚这丫头倒是有手段，只要荣玉喝了下了药的酒，今晚的大戏才算真正开场。恭祝太后娘娘千秋万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王妃有心了，哀家很喜欢这份礼物。太后这话分明是在狠狠打摄政王的脸啊！王爷，我跳的好看吗？跳得不错，跳得不错。摄政王竟忍下这等奇耻大辱，那妾身有些累了，王爷陪我去御花园里走走可好？假扮王妃容貌，败坏王妃名声，其心可诛。青阳，把人拿下，交由宗人府按律处置。是。住手！哀家看谁敢动他！御林军，护住温姑娘。太后救我！太后救命啊！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南星怎么会在这儿？那地上那个是谁？我没事，别担心。青阳，属下在。属下在。来人，把这个胆敢假冒摄政王妃的女子拿下，交由刑部审问。3日之内，朕定会给皇叔一个交代。荣玉，这里好闷，我们回府吧。好。另外，御林军严重失职，来人，撤掉秦卓统领一职，杖责3使，暂由零零接管御林军。皇叔，你放肆！皇上有什么意见？秦卓失职是事实，还是皇上觉得本王的处置不妥？你把秦卓拉下去，打！皇上救命！太后救命啊！那个假冒王妃的女子究竟是谁？本将心知肚明。今晚没有当众扒了她的皮，是给朝中某人留最后一点脸面。本王曾说过，算计本王，本王可以酌情饶恕，但王妃是本王的逆鳞，触之者死。请摄政王息怒。太后的寿宴继续，众臣接着吃喝。明日早朝，本王有要事宣布：秦卓的30杖，一棍也不许少。若是谁想挑战本王的命令，大可试试。完了，摄政王要动真格的了。若是他早朝发难废帝，相府岂不是要跟着陪葬？我当初到底为什么要休了南夫人啊？潘海，老奴在。立刻去哀家的私库挑几件极品物品，再带上那2匹月光撒，连夜送去摄政王府。你就算跪死在王府门前，也要把东西交到摄政王妃手里。多说好话，务必安抚住她。母后，朕乃天子，何须向一个商宦女低头？懂什么？不低头，明日早朝容玄就能直接拿遗诏废了你。摆驾回慈安宫。人都死哪儿去了？太后回宫，为何不出来迎驾？这些狗奴才越来越没规矩了，明日统统拖出去杖。死人！有鬼啊！
母后如何了？回皇上，太后娘娘受了极度惊骇，心智受损，恐怕什么？给朕说！恐怕精神失常，再难痊愈啊！死人！断手断脚！不要过来！哀家是太后，你们这些贱鬼滚开！母后，儿臣在此。你是谁？你也要害哀家！来人，拖下去！斩了！统统给哀家斩了！荣玉，朕与你势不两立。求青阳大人禀报王爷，温岚昨夜已被接回，温公子昨夜已被接回。祖父发话，待他手伤医好，立刻送往白云山长伴青灯古佛，绝不敢再惊扰王爷与王妃。求王爷高抬贵手，放过温家。知道了，温大人好自为之。温岚的兄长，吵醒你了。温家说要把温岚送去白玉山做尼姑。夫君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好好的一个美人，居然直接就把人家的手给折断了。我不需要对他大度，也并不需要温家的协助。我知道夫君是天下最厉害的人，不过对于温岚来说，从此与青灯相伴，在不甘和孤寂中度过一生。就算你变成母老虎，我也喜欢。夫君打算如何处置太后和皇上？太后已经废了，一个精神失常的老妇，没精力再出来蹦跶。这位太后果然是自己作死，明明已经坐于天下，皇上羽翼未蒙，他们非得跟夫君作对。这对母子不愧为亲生，一样蠢不可及。希儿说的对，他们蠢不可及，没资格坐在龙椅上享受万民朝拜。荣玉，你打算如何处置皇帝？他既然没能力做江山，就换个有能力的人来做。你想做皇帝吗？我没什么想法，你觉得应该换谁来做？夫君的意思是，我可以干涉大周江山的帝王人选？你想让谁做就让谁做。如果你想当大周的皇后，我自己坐上那个被子也可以。我一个弱女子，居然可以决定天下江山的归属，想想真是觉得不可思议。你不是弱女子，只要你高兴，这天下尽可捧到你面前。皇上确实不堪大人，但齐王肯定也不行，他人品太差，手段更是下作。对了，夫人公子是不是还在青音楼唱戏？还在那里。齐王那种好色的性子，最近没去青音楼找傅晨的麻烦吗？齐王不敢，我已经派人去警告过他，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再踏入青音楼半步。我家夫君真是最霸气了。既然夫人这么觉得，那想不想让为夫更霸气一些？银月、银霜，属下在。在外殿，不许任何人打扰王妃休息，就算是蜀国的倾城公主来了，也不许她进去。遵命。府里护卫安排妥当，本王回来之前，不许任何不相干之人踏进王府大门半步。属下誓死守卫王府。各位爱卿可有要事禀奏？若无事要奏，即刻散朝吧。有事禀奏，无事退朝。摄政王驾到！臣等参见摄政王。摄政王千岁千岁千千岁。皇叔，早朝的事儿都议完了。禀摄政王，禀皇上，老臣年事已高，最近做事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故今日特向朝廷请辞太傅一职，欲安心闭门休养，还望摄政王、皇上恩准。太傅，你这是何意？温太傅可是3朝元老，内阁的中流砥柱，竟为了保全温家被吓得直接辞官。准了，温太傅为大周辛苦了几10年，确实到了该休息的时候。据闻温家公子温才华出众，品行端庄，本王有心让他做本王的侍读，以后继任太傅衣钵，不知太傅意下如何？皇叔，温太一生功在社稷，您怎能如此折？皇上是要挽留温太傅，朕难道不该挽留？老臣谢摄政王恩典，令儿能得摄政王提拔，是他的荣幸。皇上厚爱，让老臣羞愧。然老臣心意已决，只能辜负皇上的期望了。本王今日有件重要的事情宣布。臣等恭听。大正殿的匾额后面有一份先帝遗诏，青阳拿出来。青阳拿出来。皇叔，父皇何曾留下过什么遗诏？
你莫要仗着权势滔天，就在这里信口雌黄。交给陈总管看看。陈德，你一直贴身服侍先帝，最熟悉先帝的笔迹，你仔细看看，这是否为先帝手笔？看完之后，再交由各位内阁大臣检查看看，有伪造迹象。先帝遗诏传位于三皇子荣云继承大统，摄政王有权废除皇帝，另立新帝。什么？摄政王有权废除皇帝？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父皇从未说过还有遗诏一事，这是假的。的确是先帝亲笔所写，玉玺大印也分毫不差。皇上生性多疑，刚愎自用，蠢钝无能。自登基以来不思朝政，所有的心思都用来打压权臣，铲除异己。本王认为，他已没资格再做这个皇位。臣不同意，先帝既然亲自传位于皇上，就是对国王岂能说废就废？皇上是因为摄政王一直揽大权不放，你应该卸下大权还政于皇上。来人！白家父子藐视先帝遗诏，公然冒犯，即日起罢黜白鸿儒议政之权，剥夺白鹤鸣将军之职，即刻赶出朝堂，永不录用。摄政王，你不能这么做！老臣是皇后娘娘的祖父，冒天篡位，咆哮朝殿殿前失仪，还不拖出去！皇上暂时幽禁乾阳宫，没有本王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探视。违令者以谋逆罪论，诛全族。请皇上移驾乾阳宫，臣等护送皇上。一群贪生怕死之徒，平日里满嘴的忠君爱国，关键时刻竟无一人敢替朕求情。摄政王驾到！太后情况怎么样？回摄政王，太后昨晚惊吓过度，受了极大的刺激，导致心神崩塌。既然受了刺激，全面封锁慈安宫，让太后好好调养身体。太医院留下1人专门负责病情即可。太后宫里只留2个宫女伺候端茶送水，其余人全部去内廷监重新分配职务。奴才遵旨。皇后昨夜也受了惊吓，凤仪宫一并封锁。是，奴才谨遵摄政王旨意。李公公，咱家服侍太后几十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让咱家留下？我看不能。摄政王刚刚的命令你没听到吗？潘海，你这是想抗旨不遵？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王爷，王妃刚刚醒了。荣玉这个平时看起来冷静自持的家伙，失控的时候简直可怕。吵醒你了，怎么不多睡会儿？我睡得够久了，外面的事都处理完了。处理干净了。荣楚云被拿出先帝遗诏当朝废叛，幽禁乾阳宫；太后被困慈安宫，温家彻底服软，不敢再有儿戏。大周的天，真的就这么变了？从今往后，大周朝堂再也没有任何人敢算计你。谁若敢让你有一丝一毫的不快，我就掀翻这个天下，让他九族陪葬。荣玉，你这样护短，真的会把我宠坏的。我就是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摄政王妃是我荣玉此生唯一的逆鳞。重活一世，能遇到你，真好。生生世世，你都是我的。